我们第一赛段盲盒抢金赛最后半场的比赛开始。首先是愤怒，说77，凭什么？然后得出答案，77，资本。最后盖棺定论，77，爱奇艺长公主。总有人说孩子跟爸姓是因为父权，我觉得姓啥这个事儿，子孙也该有子孙的权利。我支持孙权。医生做了个检查，说看了半天，你好像不是这个病。晴天霹雳，这么多年白瞎。而且我靠这3根手指还做到了领导的位置啊。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手这个样子，其实呀，我手底下全是你们这个样子的。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嘿嘿，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嘿嘿，牦牛肉卖不出去给嘿嘿，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给嘿嘿，全民给嘿嘿。这是第一次一组对决的3位朋友都超过了200票。老徐，您对于我采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回头看那个视频了，各位，我不像采访者，我像旁边西餐厅的相亲男，拿着红酒杯在那小易呀。你觉得我怎么样？最后的掌声全部给到刘奎，恭喜你在车轮战中杀了出来，直接晋级，并且拿到复活金牌。在这里恭喜晋级的所有演员朋友。分数高的演员朋友会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的街头大屏。欢迎我们的气氛组组长万南成，然后也欢迎老朋友刘仁成。这个奶油哥，您最近在这个各种综艺上那个闯祸的场景，大家都非常闯祸来的，但是我真是第一次线下看脱口秀。但是你别说啊，咱们观众的这个气氛，已经把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期待已经燃起来了。我相信。场上的选手可能比咱们更炸裂，但是我希望咱们底下的气氛比他们还炸裂，好不好？好，哎，炸死他们！高兴归高兴，过会儿人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不插话不能说话啊，不能中间哎，你这个这不行哈，不能打断是吧？好，没想到是从这儿开始嘱咐。那小马老师呢？整个第一轮印象深刻的那些，跟我们分享一下。记忆比较深刻的0.7说猫头鹰的段子，还有一个是新人叫海宇，对他的表现让我们都非常的惊艳，就让人觉得又浪漫又很好笑，这几个是让我特别记忆犹新的。录完了这段时间，我经常跟同事在一块儿，不知道哪时候情绪不太那个了，我经常还会突然冒出来。嘿嘿，突然给来一下，微乎高彩。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一特恋旧的人，录了这节目发现自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这个确实是每一季都有新来的朋友们都能让我们耳目一新，比如说什么这浩啊，包括海宇啊，还有杨崽儿啊，包括这次我们来的新朋友乃文老师，是吧？也弥补了那个于和伟老师没有来的遗憾。所以我觉得还是期待今天的比赛吧。真好，谢谢各位。我为各位介绍一下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的玩法和规则。我们还有45组演员，他们会按照第1轮的排名选择自己欣赏的对手，组成1v1的对战关系，所以是对抗路对决。每组票数高的朋友直接晋级，票数低的待定。全场跟上一轮一样，220票，216位观众，4位气氛组组长，1人1票。表演过程中喜欢随时投票，
但提醒各位演员和观众朋友注意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1对1的对决。这场对决里面没有人绝对安全。如果2组演员票数都低于160票，2人同时待定。但相对应的，如果2组演员票数都超过了200，2个人同时晋级。也就是说，这场对抗路友谊赛里面，我们期待的是大家一起来创造一些精彩的棋逢对手的美妙的对决，就喜欢看这种相爱相杀的戏码。当然，所有的表演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是补位晋级。最终这一赛段有13组朋友将暂别喜单的舞台，我们最终的晋级是32位。那么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就有请今天要展开对决的朋友们出场。太帅了！我们欢迎徐福气、翟佳宁、张武伟、刘奎、陈数、林简七。哇！王凯峰，肉食动物。阿拉小马，于国浩，辛博7号。欢迎我们参加首场对抗路友谊赛的所有朋友，期待各位的精彩对决，请前往备战区入座。欢迎。庞博，您说他们这个1v1是怎么选？就是我跟你熟，我挑你，还是说我恨你，我挑你？这问题挺好，都有可能吧？都有可能是吧？您这个问到点儿上了，这问不出真话。问答案都是欣赏。我就挺期待他们之间的这个人物关系的。就我为什么会选你，就是到底是相爱还是相杀，还是相爱相杀？不知道。您是研究犯罪心理？反正我就很好奇，你知道吗？但他们这里好多的确都是本身就很好的朋友，就组成了一对。比如陈数和林简七，他俩不就是很好的朋友吗？是吧？是吗？一般。公开资料记载还是啊。我俩哪有公开？他们这些个分组确实是耐人寻味，不知道怎么分到一块儿去的。就比如说大宅，你跟徐福气，你们俩这个风格非常迥异的2个人，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没，就是当时没有男的选我，当时。对，然后我跟徐福气也认识好几年了也。哦，那乃文哥这边有您非常熟悉的肉食动物了。肉食动物，对。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我跟这哥俩呀一直说，我说一定要线下看啊，但是就是没看成。那是他们欠你一个，就是他没给你票是吧？哎，对呀，是你们俩欠我一个呀。对，所以今天会补上。OK， 好。那个门票钱一会儿找后台稍微结一下。谢谢。那还是我欠你们俩的呀。看出来，所有人都欺负乃文哥，好懵啊！是。今天来到现场给大家加油的，还有我们坐在2楼的很多俱乐部的负责人，然后也欢迎我们节目的很多编剧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节目离不开编剧的付出，当然也离不开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那为了让这些朋友不至于那么紧张，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老朋友，要帮他们暖个场。这位朋友前2季《喜剧之王单口季》一直陪伴我们，这一季他也不能缺席。我们掌声有请终身现役的刘洋。
哎呦，非常的激动。然后非常开心回到这里，非常开心回到这个舞台。但这次不是来比赛的，这次就是来给大家开一个场，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就一个脱口秀演员不比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什么。很简单，就是长见识，每天都在长见识。我有个儿子，各位知道吗？哎，真的，时光荏苒，朋友们，当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儿子刚刚出生，谁能想到2年后，我儿子已经2岁了？哇！天哪！然后我当时，我前段时间让他给我长了个见识，带我儿子去体检，我给他买了个体检套餐，然后到了医院之后，然后医生跟我说，他说：“先生你好，你这个套餐里面啊不包含听力、视力和智力，要不要加钱测一下？”我说：“这是我唯一关心的3个指标，谁关心我儿子尿不尿糖啊？”然后我说：“得测呀，你这套餐套什么了？就套我了这个。”他说 OK， 那我给你测呀。他先把我儿子放到一个凳子上，然后在两边打了2个响指，然后给他拍了张照片。我说 OK， 这是建立档案吗？他说已经测完了。我说就您这2个响指，大概我得单交多少钱？他说您到那边交900块就行。我说多少钱？幸亏没问，我怕他觉得我听力有问题啊，太可怕。然后他问我，那先生智力还测吗？我说这不已经测完了吗？他爹是这个智力，儿子能好到哪儿去呀？这不2代弱智吗？是吧？我带我爸也看过病，我带我爸看病的时候也很长见识。我爸是这样，我爸60多岁了，然后他呢小腿突然开始肌肉萎缩，然后我带他去医院，我给他挂了个巨贵的专家号，各位1200块，1200块。我说我爸的腿有没有毛病无所谓，我的孝心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当代24孝，留洋挂号，太贵了这个号，这号贵到我爸都开始胡言乱语了。我爸见到医生，先跟人家分析他的病情，说您说我这个病会不会是小儿麻痹呀？医生说一般60岁啊就不小儿了。我听了之后我就一个感受，我说你看，我说我儿子智力不用测吧啊，祖孙3代弱智啊这是。但是1200块的医生真的很厉害，他捏了我爸小腿一下，就说出了一个特别让我长见识的病，各位100%真的。他说你爸这个病叫做肌肉周围神经病。我说什么病？他说就是您父亲啊，小腿肌肉的周围出现了神经病。我说哦，现在呢？现在还有神经病吗？更严重了，怎么可能？但是一直在长见识，我性格都已经变了。以前的我性格就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就是努力啊，就是这样。我现在的性格就是尽力了，尽力了。性格发生很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今年年初我长了一次见识，我受邀去参加 Vogue 的年会。Vogue 呢是一个很顶级的时尚杂志，它每年会邀请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名人去参加哈。尤其是那种初出茅庐便大放异彩的人呐。哎呀，然后那些大放异彩的人没空，我就去了哈，我去了。然后我其实非常害怕时尚。有一次我去拍那个时尚杂志，然后那个人先给了我一件座山雕一样的皮草穿上，然后外面让我套上一个福尔摩斯那样的大衣，在外边还要套一个木木警官那个风衣，在外边还要穿一个雨衣。我说 OK， 是一会儿明星来了从我身上挑衣服吗？1.73米被当做衣服架子的这个机会可不多呀啊！我手抬起来再挂2个围巾得了。我非常非常敬畏时尚，所以那天 Vogue 年会的当天，我用单口喜剧演员最高的礼仪来打扮自己，我洗了把脸，甚至敷了个面膜，朋友们，哎呦。
太精致了！我一看镜子，我说这还是刘洋教主吗？这不仙女教母吗？哎呦，太精致了。然后敷面膜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字叫《蝙蝠侠大战超人》。各位，蝙蝠侠，一个靠装备的普通人，他要跟超人这个外星人做决一死战。你知道在决战前一天他在做什么准备吗？蝙蝠侠第二天要跟一个外星人，一个会飞、胸肌能挡子弹、刀枪不入的眼睛能冒激光的外星人决斗。蝙蝠侠在健身。我说大哥，这来得及吗？啊，在那哐哐蹲腿。我说别蹲了，一会儿力竭了见到超人直接跪下了。不是，你现在练着健身干嘛呀？你是打算拿胸肌夹住超人的斗篷，让他飞不了吗？见到超人一展背，超人说：“我去，天怎么黑了啊？”你要干嘛呀？各位，蝙蝠侠尽力了，没有别的选择的努力，就只能叫尽力。我敷着面膜，我无比同情蝙蝠侠。正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当天晚上 Vogue 年会的整体安排。各位，我被安排全程跟米卡一起合影。米卡是一个巨帅的外国 idol， 他的头就这么大。我与米卡，米卡去做脑部 CT 能给他打8折，你知道吗？我要全程跟他一起合影，一起拍照，一起接受采访。只要有他的镜头里，就有这么一张大脸。而我做的唯一的准备是敷个面膜。我说我有什么资格同情蝙蝠侠？我天！我当天还本来打算打扮成一个帅气的魔术师，知道活动安排的那一秒，魔术师变成了小丑，站在米卡旁边，小丑变成了好丑。米卡才是魔术师，一下子就把我的笑容变没了，太神奇了。活动现场我也尽力了，各位，真是尽力了。一屋子明星，你真不知道跟人聊点啥，一个话题都没有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划拳。我以前以为划拳就是2个成年人在那比10以内的数字的大小，一个人在那5魁首啊，8匹马呀，你数字小你喝。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比咱们就比大一点的呀。我从来没见过2个人划拳是比真正大一点的数字，一个人在那5的6次方，6的5次方，谁输谁喝。全桌人都懵了，谁输了啊？哎，在这儿啊，为了让各位能更好的欣赏后面的演出，我先告诉你们，5的6次方大。别一会儿演出也不看了，就想着拿到手机，点开计算器，点开之后还不会摁，只能在那5乘以5乘以5乘以5。尽力了，真是尽力了。但是最后也想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结局。你们知道蝙蝠侠大战超人最后结局怎么样吗？一个人跟一个外星超人的结局是他俩打平了，他们俩最后和解了。他们和解的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他们和解的原因，就是他们俩的妈妈名字一样。你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编剧尽力了。编剧得了剧本周围神经病啊！尽力了，真是尽力了。所以今天我也特别想跟所有比赛的选手们说一句：这个比赛名次真的不重要，尽力就好。如果可能的话，请务必尽兴。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主，谢谢大家。谢谢刘洋的开场表演，谢谢。不是。开场表演怎么还打分啊？这是。哦，恭喜刘洋获得4票啊！黄渤老师这是老朋友了，虽然今年是第一次见哈。这可不是，前2天还见。前天在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番外的活动上，是旁边的一个活动。主持人，我的天哪！哦，光芒万丈。我们在台下就欣赏，因为这2年真的是就一直在刘洋的光芒的辅照之下，这个，哇，在 Sketch 的舞台上看到他的精彩。
你说这2年没有刘洋，咱中国喜剧怎么弄呢？是吧？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呦我天！快把这段剪了，我家得散。哎，这段剪了放我墓碑上播。不能说是台柱子吧，也应该说是半壁江山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呦，不是，咱中国喜剧半壁江山这么方吗？就是能看出来，一个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然后对待工作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对待家里边这个确实经济可能是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孩子挂号费贵，确实太贵。太高兴了，能够看到这个刘洋在四处闪光。乃文哥呢？这相当于这第一段线下观赏的脱口秀表演了，挺燃的，但是线下更强烈。比如说，我记得你说过一个那个全飞秒，对，做近视手术，到现在我钱都交了，我都没做，害怕，真的，我这个眼镜都是真的，我都害怕，因为你看你对这个。咱们的这个医疗事业做了很大贡献。李老师，您这么说完，我还能有商务吗？我这，你担心的是商务，不是看病吗？但是你的代入感真的强。你说那个谁那个头啊，就这么大的时候，我拍的同时，我发现黄渤老师也在拍，两个头大的人特别有同感，你知道吗？就一下就觉得，哎呦，这旁边人怎么脸都这么小？你是不是有这同感？你平时拍戏的时候，旁边有一些这个非常帅的男生，包括还有一些女演员，对啊，你看跟你在一块儿。他其实比你往前多站了一步，拍出的照片，你依然脸比他大。没错，我们全景比他们的近景都显头大，所以很痛苦，所以特别理解你的痛苦。你的代入感让我真的全情投入，欣赏了一段非常棒的这个脱口秀。你怪不得叫教主，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谢谢，我天，真的，真棒。不，也别太往心里去啊！他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一个。你说的这倒是有道理啊！一会儿我发现您跟谁都这么说，一会儿再听一段，看是不是排第2了。下一个我就会说，怪不得你能入围。再下一个，怪不得你第3个奖。小马老师呢？啊，我跟刘洋上次是在那个喜人，然后你自己本身你到底会更偏向哪一边？你会更嗨哪一边？演电影，朋友们，我参演的电影《魔方小姐》已经开始上映了，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好嘞，太好了。在这个1个多月之后播出的时候，咱们啊，那个时候也可以关注黄渤老师的电影《群星闪耀时》啊。哎呦，哎呀，这是，怪不得发展的这么好。我其实是非常真诚的在发问，我没想到他跟我唠社会嗑，我就不问了。但实际上，在我来看，它就是一件事，就是表达嘛，就是你内心那个表达欲，它需要各种介质来把它完全耗尽。我做的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哎呀，挺想您的，我也特想您。这是真心的还是社会嗑？您搁这儿？真心的，您看这3季以来物是人非，只有咱俩还在彼此坚守。我仍然站在这儿，您仍然坐在那儿。那您也没守住您。但是，我会演戏去吧，我会演戏。我也聊不了这个嗑。好嘞，谢谢刘洋，谢谢大家多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刘洋。回到你的老友席，坐在你的老朋友刘仁成的身边，哎，恰好就是每次比赛都比你高1名的刘仁成。我输了，别再比，千万别。但你坐在他的身边，可以找一找米卡的感觉。好嘞，我们比赛开始，好不好？第1组对决，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开场就是强对决，还挺期待的。他们2个人的 PK 就有一种宿命般的对决，就是想从去年一直打到今年。
挑战嘻哈的朋友可以站在他的身后。哇！对于输这事儿，我已经有经验了啊，所以今年想再比一次。像我这种好战分子，肯定选辛博。整体感觉他更加的成熟了。今年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去年发生的很多事儿有了很多新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俩，我感觉就是让我回到读书那个时候，就可能两个人在不一样的班，反倒很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个机会一起考一场试，然后我们用这个成绩来给自己一个答案。喜欢赢，哈哈哈。哦，欣然接受你的挑战，勃然大怒，打完干饭。那第一位要出战的朋友就是喜丹舞台上一直以勇猛著称的这位朋友勾拳。战过魔王，哎，第二次挑战嘻哈，不得不说啊，发现强者的眼睛，欢迎辛博。嗨，大家好，我是辛博。刚刚庞博老师也说了，去年就是我跟嘻哈啊，上一轮我是挑战的付航，输得很惨，但是我会精神胜利。付航虽然票比我高，但我比他白呀。比他拟人。告诉自己不要在意一次两次的结果，慢慢来，用智商打败他。我管这个方法叫徐徐制胜。生活里我也比较爱比，喝啤酒，我必须喝的最多。还得去洗手间的次数最少，如此甚好。为了比，我甚至会虚空锁敌。坐飞机起飞前，旁边的外国老头用手机看法国阅兵。在中国领土，你看法国阅兵，我得赢他。问 AI， 二战法国多少天投的降？此为一胜。我想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此为二胜。洗手间他去了2次，我1次没去，此为4胜。去他个零！我心想，老头你绷住啊，这是我替都德给你上的最后一课。然后他就开始看世界杯，留给中国球迷的时间太多了。我默默地戴上了耳机。他手机外放没有素质，我完胜。社交媒体整天逼着我们比，你看演专场，比不过内容就开始卷伴手礼，谁的伴手礼比谁的好。我要是想赢，就只能是大家买我280的票，伴手礼我送大家480童漠男的票。找不到王医生，可以先来找我王护士，我帮你们挂个号。总比也会很累，偶尔我也需要歇歇。我有一个不比的地方，就是桑拿房。我是个东北人，蒸桑拿我是童子功，没有对手，没必要比，因为我稳赢。永远都是我最先进去，最后出来。以后人类登陆火星，你们还得穿防护服。我带个手牌就能上。
马斯克站在门口，男宾一位。关键寓意也好，进去了就能红。出了汗不冲还能热搜。但就在半个月前，我被一个桑拿大拿下了，给我征服了。墙上的温度计显示68度，我蒸了15分钟，5分熟。进来个洋人，进来第一件事他就把手中的矿泉水拧开，浇在了沸石上。嫌温度低，他挑战我。我争的是气，我也得争一口气。我相信汗水不会白流，每一滴都是为国争光。而且我东北人，喜剧能输，洗浴我还能输。坐在旁边跟我打招呼说 How are you？ 我捂着嘴跟他说 Fine, thank you。我都没说 and you。说话烫嘴，汗流如注啊，都快干了，想喝水，渴，但我得等他先喝。他终于拧开了瓶盖，我倒了一口在嘴里，他又把水浇在了沸石上，我一口水也喷在了沸石上，但其实我偷偷咽了一小口。74度，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肉香，要糊了。商纣王当年刨涝之刑不过如此吧？我在这比啥呢？比干。我也想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不是上面刻着爱比赢？但我得忍着，要热哭了，但我得忍着，因为如果眼泪滴到了沸石上，决定以后再也不吃葡萄干了。只有我知道葡萄经历过什么。对着桑拿房的玻璃门，我的脑袋上开始冒白烟，我物化男性了。任何一个按摩师傅看见当时的我，都说不出那5个字儿：你湿气重啊！得精神胜利了，我南宁他，身材比我好，此为一败。体毛也旺盛，让了我一套保暖内衣。此为2败，关键老哥还把地下所有人留下的瓶子一一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里，素质还比我高。完败，要窒息了，我要出去，我要回家，我想我妈。你就站起来那一下，坐久了起来猛了，头晕目眩，咣跪地下了。我说这一败。一败天地，他居然还过来扶我，一伸手，我赢了。他手臂内侧有个小纹身，他不能考公。临出去我还有半瓶水，我都浇在了沸石上，我要洋人死。他看见了对我说谢谢。出来之后脱水脱得我整个人都干了，人脆脆。猛猛喝水，找了个汤匙泡了半天才发。我脱水浸泡，我是个三体人吧？还向地球发射了太多的水滴。
经验就是以后在桑拿房遇到陌生人搭话，记得不要回答。我不怕输，朋友们，但好像除了赢，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评价体系。长期主义，那其实就是比谁活得长，还是得赢。这套段子得到大家什么评价，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在意，但你就是不能说辛博你太水了。我干了，你们随意，谢谢大家，我是辛博。谢谢辛博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就聊了这么多好胜、爱比，今年比赛的这个有目标吗？要不要实话实说呀？目标肯定是要拿冠军啊！因为我，谢谢，不用。因为从小我就记得一句格言，就是如果你想射中靶心，你的目标瞄得高一点，因为会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嘛。所以我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好胜这件事的渴望，它是驱使我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希望大家都有这个状态。乃文哥，我看第一个就拍了。对，因为我觉得这辛博，我觉得你观察生活的能力其实挺强的。你看，跟刚才那个刘洋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他是娓娓道来，思维医生啊。然后呢，你的很多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我拍就拍在你这个非常人的角度上了。思维2胜，思维1排。然后我这个戴上眼镜，我就很清楚能看见你这个头发的造型，这个智胜的这像不像徐志胜的那个头发？是你故意的吗？其实因为已经戴了发片了，如果不戴发片，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发型。哦，是吗？对。思维3胜，思维智胜。你的文本的每一个谐音梗也好，每个小包袱也好，让我觉得很惊艳。你是我看到的第2场脱口秀的演出，真是不一样，非常棒，非常棒。你应该说，你是我目前以来此生看到过的最好的脱口秀现场。目前是啊，目前是。刚才刘洋是。李老师，我还在呢，老师，我还在这，3胜都剩我了，是。其实他就特别稳，我看之前他的那个好多表演也是，他也靠文本的那个对仗的节奏，前面给你埋下来，后边该怎么出，就是特别有底哈，他就是不慌不躁的，慢慢的往外出。而且又是在讲好胜心，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好找好那个分寸，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这个啊，我也比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喝完酒不上厕所，桑拿看谁蒸的时间长，我有同感，真的快死在里面了。就男孩儿，哎呀，这岁数咱说男孩儿，反正就这意思，就是你理解精彩，对，反正就男的，就是这个胜负欲还真是在心里，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种子。都一样。刚才我听辛博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我荡秋千，我一定要比别人荡得久，我一定要比别人荡得高，人家都下去了，我还要在上面。就后来开始大回环了，是吧？后来练体操去了啊。但是辛博其实他的舞台上和他私下，我觉得反差还蛮大的。你在台上是一个就挺有攻击性的，但是你又很自信的那种状态，有点狠的感觉。然后那天我看了你的婚礼的 vlog。然后他就跟他太太在说，他说宝贝你那个往里站一点，要不晒到你了。就是跟他在台上跟我们交流什么的那个语气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一面是很特别的一面，是留给你爱人的一面，就一下子就触动到我了。对，感谢您老师。生活里的朋友了解我知道，其实我本身攻击性没有特别强，甚至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愿意去照顾别人的人。可能到了一个带比赛性质的舞台上，我就是想比想赢，然后我觉得你想赢的人脸上是没有笑容的。就显得自己就会很严肃啊。但我觉得你这样很帅啊！我觉得想赢有攻击性都不是一件坏事儿。谢谢您，哎。
我觉得辛博他这措辞其实特有意思。你看他要说那个蒸桑拿的时候来一外国人，你觉得这是一友人，他说这是个洋人，哇，就是我必须得跟他 PK。但是我觉得您这身上有一个特拧巴一点，在于就是您是一特稳当一人啊，包括自己在舞台上这状态，但你又同时又好胜，那你这事儿怎么平衡？到最后输了，那这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我好胜心主要体现在于我愿意做那些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的选择。我如果赢了，我肯定会很开心，但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我自己能承受的。我就是想这样啊。不管能不能赢，这场比赛一定会非常激烈，一定会硬碰硬。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辛博是要接受胜利还是精神胜利。请你来到休息区。好独特的修炼方式啊！难道这就是要成为喜剧之王的男人？不，我是要成为洗浴之王的男人。桑拿界必有我一席之地。洗浴之王桑拿记，没错。第一步就是打磨自己的身体素质，打好底子，你才能争第一。哇，这会儿来不及了吧？你得从小喝皇家美素佳儿才行啊！3重真萃，3D 愈护，守护宝宝强大体质，成长啥都可以。你让我看看。哎，我奶粉给我，快！正上拿，记得有人搭话，不要回答。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辛博的对手，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期待，也给辛博不少的压力，因为她是这个舞台上行走的女侠，她的统治区除了舞台还有天空。我们欢迎嘻哈。今年也来了，被勋博选了。去年他也挑战了我，我很喜欢这种坦诚的宣战，很喜欢跟好朋友一起玩一玩。今天来参加节目做造型的时候，化妆师就说：“哎呀，虾姐，看你去年1年都披了头发，我们今天把头发给你扎起来怎么样？”我说不要，大妹，因为当空姐这么多年，我快扎吐了。我现在对扎头发已经 PTSD 了，我甚至 PTSF 披头散发。然后化妆师说：“哎呀，姐，我就想跟你学一下，你们有很多法式的盘法呀，中式的盘法很多。”我说：“妹妹，理解一下，不是我不教，是我被职场捆绑了13年，被乘客喷了13年，头发被皮筋捆绑了13年，被发胶喷了13年。”他说：“姐 ，hold on。”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你当了52年的空姐。还在那里算30。我跟大家讲，辞职当天我完全能感觉到，除了我以外，最开心的就是我的头发。我在那儿办辞职手续的时候，走出大门，我感觉我的头发全部立起来，这是飞扬的感觉，就那种。不要怪我这么叛逆啊！确实这么多年我真的受够了。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乘务员扎头发，发际线都快推到背上了。最近世界杯大家有看吧？空中哈兰德。就必须固定到哪种程度，就是碎发也不行，有胎毛也要剃掉，就感觉哪怕我们这个飞机，它是个敞篷飞机，我这么天上顶风飞行，落地了我头发必须纹丝不动，感觉你退休了可以直接这么抠下来，留给下一个空姐，你跟她说端好，这才是铁饭碗。女孩子应该知道，我们为了梳好头发、固定夹子，什么护士行业的、教师行业，大家都应该知道，就会别很多那种黑色的1字发卡，对吧？总可以了吧？没那么简单。在职场上啊，真的总有一些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最大化的为难你。他规定要求我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是头上固定头发的夹子不能超过6个。朋友们，6个夹子，连我腋毛都夹不住。而且飞行前，我们所有乘务员必须经过一个所谓的仪容仪表检查岗，有一个人会拿一支笔在点你头上的夹子。有一次我就被检查到了，我叛逆嘛，我头发梳不好嘛，我于是洗软它，就别了7颗夹子，我就被检查到了，多了一个，7个，直接给我下航班让我去谈话。我一进去，我感觉我犯了好大的错，领导全部在那儿问我，说吧，为什么多了个夹子？我说啊。哪里呀？不能讲吗？
导说把你夹子从喉咙里抠出来。你在那种情况下，我本来想用幽默的方式化解尴尬嘛，后来失败了。但我实在没招了，不久后我就直接剪了一头短发。我短发空姐飞了很多年，但是又被一位领导说了我一下。他说你本来个子就这么高了，再加上你短头发，会很容易让旅客觉得你有距离感，这样很容易被他们投诉你没有亲和力。哦，高个子短头发亲和力不够，那你以后招你就招矮个子长头发。哎，你就招一群武大郎站在客舱跟旅客这么正式，对吧？什么都不用做，在客舱里面挑着担子把饼发完就可以了。但是行李就只有旅客自己放了。真的，我还跟我们领导 battle 过几句，我说为什么？他给出一个原因，是为了让你们头发梳这么紧，限制头上的钢夹数量，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可能你们头发会掉在旅客的餐盘里。我说实话，你怕我们头发掉，你岗前培训，你第一天就给每一个乘务员发一顶泳帽。哎，我们就往头上这么一套，每一个人都天庭饱满，统一每个航空公司的 logo 就打在泳帽正中心，对吧？旅客一样呼唤你乘务员来啦。你还觉得不保险的话，你干脆面试的时候你就直接招光头，没有那么多光头，你就给他剃成光头，对吧？你到剃成光头之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你都不用规定我们6个夹子，你剃完光头直接给我们点6个戒疤，就这么2排点上。旅客上来看，其实是2排小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空姐发一天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会啊，听公司前辈们聊到以前的规定，说头发梳不好最高可以扣30，开会迟到扣30，扣完100直接滚蛋。我说那怎么办？前辈说你听我说，我们有加分项，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有加分项，我们可以弥补。所有乘务员成功处理1次劫机，加5分。什么概念，朋友们？5分。我要成功处理6次劫机，才能抵我1次披头散发。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最后1个月我已经扣了30分，马上被开除了，飞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劫机犯，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办。我刚刚在那服务，妹妹说姐有个人劫机，我说哪里来了，我可以加分了。我刚要上去跟他搏斗的时候，我的同事弟弟一把拦住我说：“姐，我先打吧，我已经扣了60分了。”我说：“弟弟，我也扣的差不多了，一起打吧。”然后我们在殊死搏斗的过程中，劫机犯一把抓掉了我的泳帽，看到我头上6个戒疤。他说这是，我说和尚撞钟，空姐发疯，出家人不打诳语，只打诳徒，打完收工。说了，最后用尽全力把劫机犯打趴下，加5分。还差25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左算右算，我就像脱口秀主持人一样走到他的面前。请问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旁边5位跟你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人来的吧？来，起来，起来，再劫5次。劫机犯在劫难逃，一看打不过，说不劫了，不劫了，不劫了。我刚刚松一口气，他转头就要投诉我说，我要投诉你没有亲和力。我说啊，哪里啊？没有亲和力吗？开玩笑，我这辈子其实都不想通过那样的方式去加分，更不想因为这些畸形的规定去扣分。如果非要选择一种畸形的话，我选择波音747。谢谢大家，嘻哈，拜拜。谢谢嘻哈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嘻哈。每次嘻哈演都有一种气血很足的感觉啊！我又得问这个问题了，这是一段真实的经历，是吗？是的，啊、我非常不理解，因为我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手册还是纸质的，我当时看到劫机只加5分的时候，不是劫机加5分，咱说清楚是制止劫机加5分。好，我们是制止劫机加5分。不然你夹子掉了，我现在要劫6次机，大家冷静，6次啊！对，
我为什么说这个规定，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事们每天把这些精力放在怎么梳好头发、怎么数夹子上。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基于安全的运输行业，我们本来就应该基于安全，不要让我的同事再因为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去担惊受怕。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保障旅客的安全的前提下，再给予大家必要的服务。我很喜欢飞，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替我继续平安的飞下去，飞到退休，热爱这个蓝天。谢谢。你刚才的表演非常有感染力。我之前看过你线上的那个，也说的是空姐的。对，从那个像那个吊，对，那个太棒了。怎么了？对，怎么了？就太形象了。还有这个劫机，这个为什么只加5分啊？它是这样，它分数的属性不同啊。制止劫机，它可能是加了公司的大的5分，然后你扣完了，就是我们的行政分又是什么单独的分。其实它最后算下来还是统一的，但是现在OK 多了。现在随着这个民航业的发展，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我说我有幸就是参与了民航业发展最快的10年左右，然后规矩也越来越好，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安全员为什么身上有执法记录仪，我刚开始飞的时候都没有的，都是慢慢的我们在客舱里面闹事的越来越多了，以及乘务员受骚扰的越来越多了，他可以1秒钟记录下来这个东西，然后就配备的所有东西都是根据前辈们的经验或者是血和泪换来的。挺棒。所以你看，就是吐槽，我们平时也爱吐槽，但是嘻哈的吐槽就让你喜欢听，就特别有趣，而又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我喜欢你的吐槽，很棒。谢谢。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整个脱口秀里边，他的表演成本占得很大。对啊，手舞足蹈啊，他跟我们前面这个辛博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辛博左右溜达溜达，控制一下节奏，然后再来一句，再来一句，他就有点像机关枪。说这个舞台上的精彩有各种各样的，他上来的时候我就抱着期待。对。上次我记得我说他像是就是洗完衣服抖完了以后根本没拧水，上来啪这么一抖，能抖你一身那种感觉，但是就特爽特脆，确实是身上有一股侠气，还有一股野劲儿，这不太容易，我觉得是一股新风清风不一样的风。嘻哈好全能啊！其实你说的这些东西其实蛮严肃的，对，但是你用很幽默的方式去把它给表演出来，我觉得你的肢体、你的声音、文本各个方面，你都在给你加分，在塑造，我就觉得好厉害。看着你是一个挺锋利的人，对，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人，就是会觉得很想跟你当朋友。虽然来吧，哎呦，吓我一跳。感觉你能保护了全世界的身上有那种能量。我确实是因为被这个扣分的这个头发梳不好，我觉得他们太故意挑刺儿了。包括现在，我那天徒弟还给我发了一个私信，分享给大家听一下。一个旅客2周之后再投诉的他，说他开可乐的时候，在他脑壳旁边开着，他被那个可乐的气冲到了重感冒。哦，真的？对，要去调查，然后各种很麻烦，就很好笑。不，这种还需要再去调查？我也不理解，我说这种还需要去调查？你们把它剪出去，甩到我领导面前，快点！很奇妙。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去感谢嘻哈，要是没有嘻哈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把他们这些不太合理的规则说出来，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理解到这边，或者是你像之前你说了很多已经改变了的，就谢谢你一直在说这些东西。很重要，也是谢谢大家有听到，也没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我觉得可以扣分，但是你比例不应该那么大，你奖惩应该正常嘛。当然我们不是那个真的，如果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话，真的请大家相信，所有乘务员都是有信心、有责任、有能力保护大家安全的。我们中国民航也非常安全，谢谢大家。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从这一季开始，我发现只有您换成了这个耳挂，这是一个想法吗？一个巧思？对，方便一些。我总觉得这个我怕话筒甩出去。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即兴演员出身，所以我戴耳麦戴习惯了。我也挺想把我即兴那一面，就刚刚那个内容形象跟单口结合一下，我觉得挺好的，我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就是觉得，首先说相声穿着大褂有一桌子，有时候这个符号化有点太过于
太刻板。我们有时候也会想把这些东西拿掉，就像您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哎，挺好的呀，拿掉。对，我现在把相声彻底拿掉了，拿掉了一个，太刻板了，保留桌子，放一个空姐的推车在旁边，然后你随时给他拿。他性格真好。台上这个东西，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观众识别起来，视觉也好，感受也好，特别清晰的符号。那时间长了，可能表演者自己又想去推陈出新，我觉得都是推动这个东西发展吧，挺好。好，那我们看到嘻哈跟辛博都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那对决要有个结果，我们请辛博回到舞台中央。现场观众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谁会拿到这一场的第一个晋级名额？请看大屏幕。差不了太多啊，最多也就差10票。我感觉嘻哈赢，不好说。恭喜辛博204票，直接晋级。厉害！嘻哈196票，也非常优秀的成绩。那我们要根据规则，暂时请你前往待定区。好，拜拜拜拜拜拜。休息啦，我来躺沙发啦。我们也恭喜辛博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好胜心持久，我觉得他身上有恒心，持之以恒。好胜心是推动一个人完成一个作品往前走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轮比赛，我觉得应该不下20场。他去年，我觉得他也在某些方面上在找寻着自己的突破。你要是这托举别人，你就输给他是最好的托举。哦，原来我在托举你。那去年我也托举过你。哎呀，谢谢你的托举，谢谢你的托，我俩都是彼此的托。我们俩托。嘻哈快点要登机啦！马上！嘻哈，你那个穿什么衣服啊？有金色特了，扣30分。不是，哎呦，头发，你个头发没有 sense 的，你到一塌糊涂，塞塌里糊涂，扣30分。我夹子这么大，重大失误，扣50分。闭嘴！你扣分，一天到晚就知道扣。我早就在淘宝闪购点外卖了，种类超丰富，优惠多，品质有保证。悦享会员每月还有免单卡和1V1专属寄送，很快就送到。怎么样？我这夹子还买1送1呢。哎呦，你，我的地上划都说不清楚，哪连快点带着去，哪连快点带着去。喂，您好，您在淘宝闪购点的奶茶到了。放门口吧，谢谢。哎呦，怎么突然打喷嚏了？是不是有人骂我？上来一组就是强对决啊！后面的演员朋友肯定有压力。我们来看一看下一组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于博和浩。因为关系好嘛，那环顾四周，周围可能因为他顺位也高。好。成都其实能和我一起改稿的人确实不太多，忍不住哼唱。我在成都其实还挺依赖张家豪的。对，就是一起唠一唠，争取就是每一篇都能给他出一个他最后能用得上的，我觉得就挺好。我看我画个啥？封笔，完事了，都速写。就首先蜡笔小新就是感受嘛，就是在我眼里确实是个烧鸡鸡挺狗的一个人。然后呢，必须是跑刀的，一问就是跑刀。现在开始打牌了。然后这个呢，我是觉得但丁照镜在我心中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场，然后画了一个镜面的这种成像。哎，这是他在照镜子，但是他这个镜子一点都不符合光学的传播原理。但是这边就是纸的受限，这并不是我知识的限制。哎呦，因为刚才说他是盘锦硕士王八，就给他加了一个坚硬的外壳，宽肩是他的标志，他是这个整个组里面肩最宽的人。
但他最近不练，浪费自己天赋。我也认为他画比较好，这大宽肩，哎呀，谁晋级了谁拿这个当头像。对，谁晋级谁拿这张头像。嗯，首先要登场的朋友来自东北的00后小伙，小少年，但很多烦恼。哎，这次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人生问题呢？掌声有请于博。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哎，可以，真的，我不太适应这些。说实话，我知道我去年确实也上了这个节目，但不太好意思承认这种事儿。比如说，生活品质确实越来越好，好的有点太快了，老想买那个中产的老贵的东西，但穷人当时间太长了，不知道买啥。他们都说中产去户外穿那个很贵的那个鸟，哎，我买了2套贵人鸟。我不知道中产到底买啥，我只会模仿中产。去年1年，只去山姆买牛肉，我都不做饭，一买半头牛就在冰箱里冻着，牛肉在我家定居了。我家现在户口本翻个第2页就是安格斯牛肋条。上个月买了一辆公路车，哎，太中产了，是因为我刷到社交媒体，黄景瑜就骑公路车。我说那我骑和黄景瑜有什么区别呀？那玩意儿又不是用脸骑。刷到当天就去买了，店里买。我们中产都去店里买。迪卡侬，车油啊，1300，打折的。我这骑上那辆车往家骑的路上，才发现自己不爱当中产，因为我家现在住宝山，车是在环球港买的，那回家路上得骑20几公里。骑公路车回郊区，那骑10公里没有公路了，骑进工地了，我在那修地铁啊，骑一会儿推一会儿，骑一会儿，太心酸了。工人看着我都可怜，那孩子别推了，别，地铁马上就修好了。哎呦，好不容易从那个地铁里边推出来，哎。不想当中产，想跟旁边外卖骑手换车，想当众包，越骑越感受不到腿的存在，好不容易骑回家了，共情海的女儿，想要一双能走路的腿。我家是那个小区附近都叫什么共富4村，这个小区名一听就会丢自行车，这就是我和黄景瑜的区别。他住市中心，他那车据说10万，偷了就判。我那车1300，得偷3遍，刚够立案。哦，上网搜公路车怕被偷怎么办？网上默认骑公路车都是中产。第一篇笔记说可以考虑停在自己的车库里。太有道理了，你不说我以为得停在邻居的被窝里呢。最近的车库离我家1.7公里，我每天把车停车库，还得扫一辆共享单车回家。哎呦，我每天讲完开放麦，骑公路车回宝山，不像中产，像知青。没人管我上山下乡上宝山呐，那种心态越骑越偏激，越骑越不小资，感觉自己特别像在农田里边喝咖啡，坐在田垄上喝美式，哎呀，身后的农民在拿铁，就是那中产越当越痛苦，哎呀，因为上海最近又到梅雨季了，那骑着骑着就开始下雨。周围电动车都有挡风被和雨棚，我就撅着屁股搁那硬骑。上海骑公路车是容易当潮人，
有时候赶上雨大，诗人。住在郊区，边塞诗人。我那生活王维都描写过，单车欲问边。哎呦，骑回家浑身湿透，腰也直不起来，像刚从水里拿出来的龙虾。公路车是没有后面的挡泥板的，有虾线。我都开始问我自己，哎呀，那么累，为啥非得当中产呢？因为你不挣钱之前去模仿有钱的爱好真的很难。对，我会去打网球，但只能偶尔打，一家店只能打1次。那新人券第2回凭啥不让我用啊？我不是现在才开始虚荣，我从考大学来上海那年就开始幻想在上海阶层跃迁，努力上流人士。我那幻想里边，上海打工都上流。那个时候脑子里全是幻想有钱人的生活。上大学体育课学的是手球和高尔夫，这就是同济体育不教马术。要不指定让你们这帮上海人知道什么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上大学学高尔夫和学高等数学没有任何区别，毕业之后都用不着。你网球还能偶尔打，我家那高尔夫球场不让我用团购，太傲慢了。那么小众运动不让大众随便点评。干嘛呀？那我现在真的被架在这儿了。那些不体面的爱好，我不敢承认，我都只能偷偷做。我都睡觉之前偷摸下载一个快手，然后看，第2天早上起来还得卸载。我那手机快手下载量得有176次。我特别喜欢看里边这个视频，偷偷看，叫“跟精神小伙过一天”。你们去看，那个是最纯粹的快乐，每天纯玩，不在乎明天的玩，今天玩完就死，怪不得只能跟他们过1天。那里边他们的快乐太简单了，4个人骑一辆电动车就开心，4个人喝1杯蜜雪冰城就开心，4个人喝1杯满杯百香果，每个人都可以喝1/4杯25香果。我已经不敢承认我羡慕他们了。我知道我内心的真实声音是，相比于公路车，我确实更爱骑电动车。但我骑电动车听上去不像是一个爱好，那是别人的职业。你骑电动车在苏州河边拿着一杯再好喝的咖啡，都像是偷顾客的。骑公路车骑的车水马龙，就是破风的彭于晏。电动车但凡闯一个红灯，超时的南瓜。我真的被困在那辆上海的公路车上了。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要先爱上骑公路车，还是要先挣钱从宝山搬到市中心。但我知道我最重要的是先回家把牛肋条吃完。就讲完了，谢谢你们，拜拜。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于博，感觉好笑中带了一点点的悲伤啊，是吧？大林，我看频频点头了。是，就是比如说老想让自己多一门爱好。我有时候就特别犯愁，我跟于博似的，我也买过这车，但是就不太方便，有时候感觉，因为你骑它，你好像不能穿成这样就骑，你得换上那一身袍套靴帽，是吧？你正经的得特专业的骑，那才叫骑。就因为网上说那些骑的，他们都是住在梧桐区，下楼就骑一圈再回家。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骑车，周围都是大挂，我一不小心再让他碾死了，真是。因为哪儿快呀？你这一脚蹬出去20公里，那你说在城里他们骑不起来呀？这蹬起来一脚，然后又刹车了，不知道乐趣在哪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难，难。他们还得穿那个骑行衣，那玩意儿更羞耻，那玩意儿。
要不骑得快呢，生怕你看清楚。对，你骑过几回啊？我后来就我骑那折叠车，那折叠车比较方便，就是你骑着它出去，然后你干点忙，你叠完之后你打车就能回家了，装后备箱。这公路车只能叫货拉拉，你知道吧？就是你那个特像代驾。骑到市中心，掏出一个坎肩儿，对，接单了开始啊。之前于博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我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子。比如说网上人家怎么样生活，然后自己好像也说我多开发点爱好吧，再精致一点吧，但真不适合。对，网上给你洗脑那个话都说什么，你只有做这些东西，你才爱自己啊！对，你天天上网吧就不爱自己，就是。老让你去健身，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也是健了身才知道，我身上有那么多关节可以受限。没有什么真的爱自己。爱自己的方式也不是就他们说的那么几种。对啊，就是很多，就像你说的精神小伙，那我们偶尔尝试一下，快乐一下，那不就爱自己吗？互联网的审美会让你往标准化的方式去走。标准是你自己定义的，不是他们。对，因为刚才思纯说那个，我特别认同。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尝试的权利。所以刚才我觉得于博的那个段子其实挺难说的，其实有点像散文，但是呢，你里面的内容不散，就是里面的这个支撑的东西不散。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他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的方式让我感觉特别像即兴，就他随性。那个包袱呢是给你就是嘚儿突然给你来一下，就让你完全意想不到，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感谢。其实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个挺高的称赞。其实大家都知道脱口秀是我们会提前写很久，甚至练习很多遍。但是如果今天的观众第一次听，就像是你当场有感而发。对，像跟你聊天一样。其实这是一特别高的称赞。感谢。但这就是一个理想跟现实中间产生的错位而产生的这种感受什么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喜欢喝红酒的时候，那时候觉着听了好多身边的这个懂的，什么左岸右岸勃艮第啊，各种的区分，我就买了挺多的。然后那时候正好家里边住这哥们儿是唱民谣的，我们从小喝啤酒一块长大的，所以呢，就是晚上那来了喝点吧，我是终于有机会跟他展示一下了，什么入口啊，什么回甘什么的。然后结果第一杯高脚杯这么大高脚杯，哥们儿一边听着我说，一边等就给倒满了。我说那个层次挺丰富的，你慢点尝，你知道。这哎呀都差不多了，嘎就下去了。后来你就跟上来以后，你说哎那个确实挺快乐的，你知道吗？刚才听你那个，我一下就想起了我那个朋友，就是你在路边的那个半挂，你知道吗？因为我描述的没有红酒那么高级，我还没有涉猎到，可能让我再挣1年钱，然后就有可能就是哎呦，我的描述就是困境嘛。可能很多来上海打工的人也是那种，我必须得摆脱老家那些土的东西，我一定要变洋。但就在有一个阶段，你就被困在这2个城市中间了。我心目中的一天，我像前天已经过完了。就是白天你干点什么事儿，然后精神充沛的走进网吧，干一宿天，到早上起来吃个包子，回去再睡觉。MK12满配了，全给你干死了！哎呀，又没约了。吃完早饭再去睡觉。谁能清晨吃早餐啊？我们吃今天的早餐，睡昨天的觉。大骨熬汤鲜肉包，份最长。梦想实现了，鲜肉一个，跟精神小伙过一天。青菜分色。这是我从小到大都很想要过的一天。我们就对停滞不前的害怕，这个确实是我从那种心里面的顾虑。好像今天如果我不写作业，如果今天放暑假不描一篇字帖的话，我就是已经今年就荒废了。对荒废的恐惧，确实，每次我听于博的段子，都能听到底儿上有一点那么难过的那些小事，但这就是于博的风格跟特点，就也有照镜子的感觉。谢谢于博，谢谢，感谢。我先不公布票数，请你先来到这边的休息区。浩是今年的新演员、新朋友，但是其实也是我们第一轮几位复活金牌的持有者，同样也是来自东北一位学霸，但是这气质啊颇具反差。我们掌声有请浩。
见到各位啊！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职业2年多了，但是也跟法官兑现了20多年了，因为我妈的职业就是个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他清楚孩子必须得管，如果少管就可能少管。他管理我的2大方针，跟有时候他的工作重点一模一样，严打。但是我妈严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电脑游戏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玩游戏，然后两边焦头烂额的时候，只有我妈说要相信孩子，孩子想玩电脑很正常，我家孩子想玩我从来不拦着，我们家都没电脑。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电脑，有，只是没有游戏。但是爱玩电脑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脑，屏保可以玩，金山打字可以玩。后来我还自己研究编程，发现了一串神秘代码，快乐数字4399。我妈连夜给电脑拆走了，电脑在我们家从安到拆不到3月，百日维新。第一次从家里偷出证件去网吧，很紧张。到了之后，老板说户口本不行。他问我你要跟鸡子结婚呐？幸亏那个时候管得不严，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时候能找到那种未成年友好网吧。那老板以前好像是魔术师退下来的，你在你面前展开一副身份证，选一张。要开机之前不知道自己叫啥。那出门在外，身份不用自己给，老板会发。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正玩着呢，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我妈带的队，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就因为这次前科，一直到18岁，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她说我有网瘾。朋友们，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有网瘾？什么是瘾？瘾是断不了一直碰，我是碰不着一直想，我这叫网压抑。压抑就需要窗口，我就缺个 Windows。倒也不是想玩游戏啊，就看着那片草原我就开心。我那景色太美好了，你想那绿色的草原，什么蓝色的天空，那红色的警戒，那黄色的不看。高3的时候，我姥爷陪读，就搁那高中对面租了个学区房。我同学一开始一听这俩老人陪读，特别羡慕。他说：“老人陪读，你趁他们晚上睡觉，你就溜出去上网去呗。”他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保安的保。我妈租了一个 loft， 我睡2楼，我姥睡门口。为什么选我姥的陪读？老人家有先天优势，我姥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就那个觉轻到啥程度？大半夜有多少上一下冻着了，那声音就飘上来了，跟着声音一起飘上来的还有我姥和东阳光耀。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他俩就像深夜里的一缕阳光。啊不，2位保安都是我健康的守护者。只能等到高中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出去玩。你说去网吧指定是不行，
只能说去唱 K， 一唱8个小时，一放假就唱，那眼睛度数都唱高了。我姥就有点担心，说这么爱唱歌吗？这毕业了是要当歌手啊？我姥显然是多虑了，我这是假唱，假唱不配当歌手。高考前最后一个寒假，就那个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紧迫感，就包括我都有了紧迫感。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再不去网吧没机会。但是他们看得太严了，我只能给自己争取空间。我主动提了我要自己搬回到老房子复习，我妈同意了，但是在家里安了一个座机。我妈说安这个座机是为了方便联系。这真的，朋友们，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方便可以用来形容座机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座机咋方便呢？我也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点我，我妈说你要在家那就方便。你知道她说一切都全凭我自觉，就一件事，打电话得接。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啥叫座机了吧？那不就坐牢的机器吗？那我回来住的意义是啥呀？当接线员玩不了电脑。我只能搁家玩电话。有一天接我妈电话的时候，不小心给那电话线扯断了，但是我妈的声音没有断。你知道撂电话之后，我把那座机后盖抠开，发现里面插着一张 SIM 卡。就那一刻我就知道 I'm free。也就是从那天之后，有的时候经常能在网吧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高三学生，他神色很慌张，就玩一会儿电脑就把书包拉开看一眼。也有哥们朝他借手机，但是他从来不敢吱声，直到有一天，书包响了，全网吧听那个书包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好运来》的铃声。我哥们一下就往书包里拽上，然后看着我。怪不得那天问谁带手机你不敢说话呀，这哪是手机呀，这不电台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不确定我妈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座机能动，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妈大概率低估了我的主观能动。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孩子可以在网吧厕所拿着那台座机跟她打电话。那旁边人都上不出来，我路过人也纳闷儿，啥事儿不能 QQ 说呀？但有时候外面的哥们拽门劲儿太大了。有一天有个哥们直接把门拽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这有个公用电话亭啊。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她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尊。她以为爷们儿要脸，但是爷们儿要战斗。开学前最后一天真的没有再去，在家补作业。但是那天我妈没给我打电话，我心里还有点失落。我说真在家又不打了，我说你打呀！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当个好人啊。然后发现座机落网吧厕所。今天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谢谢浩。喜欢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又是一段智斗的往事啊！哦，这气质反差太大了，浩太像一个社会大哥了，感觉你一点都不像一个律师，感觉你当律师是一种合理的去叛逆的感觉。谢谢。不是啥好话，谢啥呀？所以说你后来是成绩好吗？后来就是考到了西南政法大学，然后，所以说
妈妈起了作用吗？我是非常感谢我妈妈的。真要是少管了，还真有可能就少管了，是吧？少管倒不至于，但是可能确实会是那种问题很多的那种孩子。对，我非常感谢我妈。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他什么都知道？他其实就是在锻炼你的反应能力，就是在锻炼你的这种综合判断能力，有可能是反侦查能力，对，思考能力。最后你成功的当上了一名律师。其实小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的一举一动，其实我妈没在身边，但是她都知道。我妈因为从事了30年的法律工作了，所以说她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加上我又是她的孩子，知子莫如母，是这样的。在说的时候想起小的时候来，我也是就是家里边管教的比较严，但是结果不是太好那种，你知道？那确实是想这种各种对策。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我那个屋里边在写作业，然后永远会有抽查的。我侧面有个大衣橱，上面有个镜子，我就把它突然调了个角度。其实我用我的余光就可以看到他们快接近门口的时候会闪现那个身影。哇！我当时为自己那个发明骄傲不已，你知道吗？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也是。对，后来他们发现用那镜子也能看见你，就这样。你们这有这经验吗？没有，他们应该没有。不是，就是主要是我心态不行，我特别受不了。如果在被监管状态下，然后要去干一件别的事儿，我心里受不了，就玩也玩不痛快啊。您就当时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偷着出去上网去。就是你会玩的特踏实吗？肯定不踏实啊，对吧？就是我特理解不了那个逃犯惊弓之鸟。对，就是那你这样你也不快乐，完了之后就那个不踏实才刺激，对，更强。它是需要多线程的，就是这就是没进少管的你看这个。我这不行，真不行，我这脑子可能受不了这个。那您这个跟于博平时认识吗？之前认识吗？我们是很好的兄弟，然后这一次能跟博一起比，非常开心。他俩就是属于比较相爱相杀的，是不？也感谢博选了我，很开心。那上赛段可能全场第6，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然后这个赛段大家会说什么？第2赛段什么友谊赛，大家就会找最好的兄弟来一起玩一场拼盘。我就想，那我就想和我的兄弟来玩这场。OK。那我们把2位兄弟请到舞台上吧。这一场比赛也好，游戏也好，总归会有一个结果。都是气氛组的4票，我们看看现场观众给这2位朋友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应该上200吧，200。请看大屏幕。差不多，我感觉也是。很接近呀！恭喜于博193票。哇，一点点。差不多。但很接近，确实很接近。好，190票，也非常优秀的成绩。很遗憾，按照规则，我还是要先请浩前往待定区。190，还可以。哦，嘿嘿耶！190应该走不了吧？走不了。恭喜于博193票，直接晋级。挺刺激的，这是算是我俩第一次打比赛吧，而且是这个段子从创作一直到修改全程都是在一起互相目睹对方，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就像赛车比赛，你知道对方车咋改的，他也知道你是咋改的，就直接把油门踩死，把结果交给别人，挺刺激的。2个人分差只差3分，所以我就觉得2兄弟也是给了彼此很好的答案。之前就说了嘛，我们俩想演一场很漂亮的双拼，然后就演下来，其实会觉得氛围和气场其实非常搭，非常协和，看票也能看出来，不分伯仲，这就是理论上最好的双拼搭子。咱俩双拼能卖东剧场吗？垫着规模啊，写呗，咱先写呗。不，来风能给办不？必须的，话都说的，你还记得不？在比赛之前，谁晋级谁拿这张图票。那我换你不得赔一个呀？至少拉我这个，你谁晋级谁换。接下来是我们第3组的对决，我们看看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
我们俩的画风是小学风。觉得他很可爱，小孩儿，2年级小孩儿，2年级很准确。那你可能就是5年级半，5年级下学期吧，学姐的感觉吧。你像谁？刘星。哦，像。哎，那就是刘星，就是小雪。我当鼠标吧，还是当他好朋友吧？我们的组合是巴拉马，梆梆梆梆，巴拉马，巴拉马，怎么自己倒落了？就是没有节奏感，咱俩在那。来，3、2、1，我们是巴拉马。这个舞台上，其实我想想，好多朋友都开始讲年龄的焦虑，讲中年的一些感受，但其实啊，终于有人也该来讲讲青春的疼痛了。我们掌声有请巴拉。巴拉啊，我叫这个名字，大家就不难看出来啊，我爱看言情小说，对，喜欢左耳离巴拉。今天是我离巴拉最近的一次，因为真的很爱看言情小说，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教育我说，你越看言情小说，你就会变得越蠢。我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个观点的？他说我刷短视频刷到的。OK， 就我看书，他就是想放松，逃避一下现实，幻想一下。我不想白天和男朋友吵完架，晚上回到家还要打开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想看霍乱的爱情，我想看那种乱的爱情。是那种乱的，一看我就火的爱情。然后青春期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在看言情小说，结果一考试，他们就突然读过名著了，开始在那个作文里引用名人名言，只有我在那个作文里写，我说饶雪漫曾经说过。完蛋了，老师给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不会得高分。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啊，饶雪漫不行，你要把名字改了，你改成鲁迅、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朋友们，推荐列夫·托尔斯泰啊，因为他名字比较长，一写一行。我就写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很有深度，引经据典。但这句话是周崇光说的。周崇光，我们《小时代》里的大作家。我也尝试过读一些好书啊，但是那些严肃文学的书名，一看到我就不知道他想讲什么。哎，一句顶10000句。1节比6节强，感觉像是我妈会跟我说的话，说我说你一句，你顶10000句，是不是？啊，言情小说的名字多直观呢，一眼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霸道总裁小娇妻的第99次出逃，哎，这才是一句顶10000句啊！但其实看言情小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影响啊，因为我很痴迷于那种霸总、黑道、强制爱。就我会幻想自己像小说的女主角一样娇弱、洁白，被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扯入怀里狠狠爱。还有更恶心的，确实喜欢过一个男生，因为他是那种传说中会打架的混混。我很喜欢他不穿校服，在校门口假抽烟。你知道那个校门口烟雾缭绕，还挺帅哇！他假抽烟不过肺，还挺健康。他那个烟呢，都是顺的别人的，还挺持家。哎，这种男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啊！你打着火机，他自己就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会在笔记本上写自己的小说，然后用他的名字当做我小说男主的名字，但他叫王强。就
叫这个名字，你就感觉顾里不会爱他，顾里会顾他。顾里会跟他说那个，就是你那个外卖放门口就行了啊。我会每天跟王强一起坐公交车放学回家，然后就在那个公交车上幻想，说这个时候上来一个劫匪，我为了保护他替他挨一刀，这样他才能永远的记住我。我就幻想我躺在那个公交车那个血泊之中，他这样搂着我，说：“丫头，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巴拉，巴拉，我记住你了，波阿巴勒阿拉。”但公交车上有点太安全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就不会永远的记住我了。但我真的会永远的记住他，王强。他逃票。有时候真的觉得文学和现实就是有一些跨不过去的鸿沟。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已经变了，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它是人性之上，泡沫之下。前年夏天回母校看望老师的时候，有偶遇这个男生，但当天我也不知道，我很狼狈，也没洗头，我就临时在校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他给我洗的头。我就在泡沫之下。他当年毕业就去学了美容美发，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那种很厉害的大人，但我转念一想，算了算了，巴拉何苦为难王强呢？都不容易。我那一刻意识到，我们好像都不是言情小说的主角，言情小说长大了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严肃文学，我们都变成了严肃文学生活里的主人公。我稍微有一点点恍惚啊，好像回到了那个我们戴一个耳机偷偷看左耳的自习课上。我就问他，我说：“王强，你还记得左耳吗？”他说：“别提了，左耳洗了100多个头。”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巴拉。谢谢巴拉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索票。小马和巴拉这组选的，感觉都是和我有关系的人。冲你来的。我刚才听到你中间说，你说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娇弱、被强制爱，那跟巴拉不像啊。就是幻想，就是我看过很多种小说的类型。对，我叫巴拉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为了爱情牺牲的感觉。那你觉得左耳和你说到一些霸总的那个，你觉得是同一类型吗？是不一样的啊，好，不一样的。谢谢。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左耳是我心里青春文学的巅峰。哎呦，谢谢。就是小的时候看言情小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无论是左耳也好，还是你说的那些霸总也好，不必有什么羞耻感。你没有那个好奇心，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感情观。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选的也很好。恭喜巴拉。大林有共鸣吗？我很好奇。你看言情小说吗？我小时候都是被朋友推荐看过，不是特感兴趣，但也看了。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没什么可羞耻的。那你非说这快餐，你得这东西里头富含多少种微量元素，什么多营养，有多少维他命，这也谈不到。咱想要完成的使命不一样嘛。啊，我觉得挺好。上学的时候呢，我也愿意跟王强这样的人搞好关系，这样他能保护我。给我推荐了一本言情小说，叫《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然后我还真看了啊，因为王强让我看，我不敢不看。但也还行，你就当故事书看也挺好。但是博哥，您跟乃文哥这个年纪，那会儿有这个言情小说吗？看吗？我没看过，我看的全是古龙和金庸。其实没必要去批判吧，就是存在即是合理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很幼稚的事儿，我小时候那真的是乐此不疲。但当时每个人都在成长，就刚才你说的时候，就我能感受到你的感慨，我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感慨。就是每个人他
都得有成长。是的，言情小说确实是我青春里比较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现在在这说，我觉得都有点奢侈在那儿。说你现在看什么小说？你现在但凡看见一个孩子还在那拿着一本书在那翻看，你都觉得、哎呦，这孩子真好，真是。你看都不在那刷短视频，都不在那，你还在那看，你就觉得挺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青春成长的时候，其实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营养一样。就跟小时候他喜欢吃泡泡糖，那泡泡糖带给他快乐啊。再大的言情小说，在这个荷尔蒙以及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它就是必须的营养品以及心灵的慰藉品啊。对你来说，慰藉品是武侠小说，对啊，对，它都一样，这个都挺好。您其实头开挺好的，我挺想听听这，嚯，怎么多乱的爱情啊？就是他后边是吧？我其实挺期待您能把您和王强这，哪怕咱虚构呢，是吧？你真编一个特别稍微drama一点，稍微王强的故事。对，类似你幻想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可以是重点。我也有同感，可能我的感受是，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多，丰富的阅读的经验，可能你直接跳到评论或者直接跳到第三方去观察的那个视角，大家可能上来少了一点点的这个带入的那些部分。不过还是很精彩的表演，谢谢巴拉，请你来到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名字里带个小字儿。其实长得也挺有童年感的。上一次我们说这好像从《家有儿女》里走出来的一样。稳住演，稳住演就行。我们有请小一码的小马，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马，28女生啊，不像对吧？像刚做完值日的。巴拉前面说的这些书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但我更像爱看小马宝莉的。我之前是个跳水运动员。谢谢。确实长得比较小，我朋友就很好奇，他说：“你们练跳水的是不是都长这么小？”我说：“你问归问，不要比划。”这什么意思呀？啊，我们平时都住精灵球里是吗？到我上场的时候，教练说：“就决定是你了。”我是个10米跳台的运动员，然后12岁得过亚洲锦标赛冠军。不用太惊讶，因为跳10米就是这样，越小越有优势。我们是唯一一个小孩吊打大人的体育项目。我去国外比赛的时候，外国选手都吓坏了，看见我之后 ，Oh my God, so small！ 我拿了冠军之后正开心呢，教练就开始担心我了。他说：“哎呦，你这以后可咋办呢？”哎，拿了冠军之后不知道该咋办了。我是翟佳宁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担心我的发育期，因为他见过很多跳台的女运动员，遇到发育期之后就会长高、长胖，成绩开始下降。我知道发育期挺吓人的，但没我教练的嘴吓人。小马12了，咱日子不多了。你知道多少女孩前2年好好的，到了15、16岁，人一下就没了。水里是有河童吗？我确实是从15岁开始进入到了发育期，发育期最明显的病理特征就是馋。你们吃过15岁的饭吗？有一次在食堂，我教练拿着块炸鸡，他说：“你要吃了这块，你就得跑3公里。”我听到的是，只要我跑3公里，我就能吃了这块。那天我跑了个半马。我确实很难控制住体重，2个月从80斤长到了90斤，胖了之后人变得很可爱。大家见过猪猪侠跳水吗？水花也压不住了，比亚锦赛那会儿跳下去，教练说：“什么时候跳下去的？”没看见，小刺客。发育期来了之后，教练说：“什么玩意儿跳下去？”小坦克。
我跳水比讲单口炸多了。最怕就是去外地比赛，你不一定开到哪个好吃的城市。最怕去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去了就胖。教练说你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上回去杭州也没这样呀。回来之后就开始减肥，为了减肥，经常练完之后不吃饭，饿得我满眼冒金牌。教练很挑剔，胖了说我跳不动，瘦了又说我没劲儿。我怎么样才能做到既不吃饭，又能一直有劲儿呢？咱是反兴奋剂的呀。所以有时候太馋了，就会跟舍友一块儿偷吃一碗泡面。我们怕味道飘到教练房间，我们就在阳台把窗户打开，开始通风。但是冬天太冷了，冷风吹着，我们4个人围着一桶泡面，开始发抖，开始流鼻涕。我们4个人就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开始4盛1碗红烧牛肉面。就面已经很不够了，最烦那种队友拿那个叉子在碗里面转呐，给我气的。我说好了转1周，你为什么要转3周半？这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动作吗？就知道违反泡林匹克精神。我其实也是准备12年的时候冲刺伦敦奥运会的，随后因为发育期的原因，最后还是退役了。就退役之后很难面对我的发小，我跟他说12年我会去奥运会，你就给我等着吧。结果奥运会开幕了，我看着圣火点燃了，我跟我发小坐在电视机前，把火锅也点燃了。他说：“哎，你咋没去呀？”我说：“嗨，我长大了，那都是小孩玩的。”但说心里话，我真的很想去奥运会。教练说，如果你想去奥运会，你的体重就需要控制在80斤。我现在退役已经快10年了，昨天称了个体重79斤。但我这个年龄肯定是跳不过这些小孩了。咱奥运会能不能设置一个30岁年龄组？30岁正是有水花的年纪，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浪姐。谢谢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小马的表演。喜欢小马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小马。这个好像是咱们您也好，包括很多运动员朋友也会谈到的一个，就挺难受的一个话题啊。发育观是不是其实除了包括跳水，是不是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体操运动员也是会遇到这种发育期，需要控制控制一下口水，控制体重，馋了，对我觉得好心疼啊，因为其实有点反人性的一些操作，就是你明明是应该长大，然后发育长高，但是他就什么都要他给你箍在一个小小的壳子里，好像才是好的，就会很心疼小马。哇，共情力好强，谢谢小马老师。不用担心啊，我不是因为就是说饿成这么小的。其实女生好像也都会有经历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受，就是开始发育的时候，然后自己就开始驼背了。会。其实你长大之后，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以及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当时你就形成了驼背的习惯，心理性的。对，心理性的你会觉得挺羞耻的。然后长大之后，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驼背又改不掉了的感觉。对，就是好像都会有一个过程。不光是运动员吧。我刚才看，我也是觉得挺心疼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讲的所谓的拼搏精神啊，这个确实为了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为了什么也好，他确实付出很多。说包括我说演员也好，像我们这样的演员啊，不包括你啊，为什么？就是还好点，因为大家对你的外形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是吧？你等会儿，凭什么不包括我啊？你是靠我是偶像剧演员，对，靠脸吃饭的，你知道吗？对，确实，他刚才说他现在79斤，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往79公斤上去。对，每个职业它背后它都得有付出，
都得有代价哈。包括你现在你们做脱口秀，没日没夜的弄稿子呀，去开放麦。那肯定很辛苦。脱口秀演员是一群昼伏夜出的人，那就是很辛苦。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就是背后他都有这个你的付出，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尊重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背后的那种付出，互相理解吧。对，确实是这样。小马讲到猪猪侠的时候，刘仁成，你笑啥呢？有被影射到，而且我这特别像一个跳水的台子，你们不觉得吗？快闪开！快闪开！快跑啊！我以为在暗示我什么呢？脱口秀没有跳水环节。好嘞，那我们这组对决有个结果，我们把巴拉请回舞台中央。来看看现场观众给巴拉和小马的投票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哦，我们恭喜小马171票。很遗憾，按照规则，巴拉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拜拜，朋友们。你跟一帮优秀的人相处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不足是会被放大。你自己出一个小小的梗都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要学习要走的路真的太长太长了。同时恭喜小马171票，直接晋级。希望回到高处能让你稍微放松一点啊，可能高处你更熟悉一些。我是从7岁开始一直到18岁，11年的一个跳水运动员。我主要跳的项目是10米台。大家的发育期都在14、15岁，那懂啥呀？那个时候就是会很责备自己的一个阶段，教练就会说你胖，你所有的你只有一件游泳衣，你在台上，你的身材是没有任何可以遮挡的。你不好意思想你半年前那个拿冠军的你。然后你半年之后，你可能出来比赛，大家看你就胖了，怎么回事？那就是发育了，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你下了那个领奖台，你就归零了。为啥要归零？我会觉得每个人他拿了任何的成绩，他都是值得，他就是骄傲的。我身边更多的队友其实就是我们很像的，我们不是那个最好的，所以没有人会去给你写报道，会记录你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长大了他就要退役了，就是这种感觉。人怎么会因为长大而告别一个行业呢？单口其实是对跳水一点一点告别，我觉得是用这种方式是挺酷的。我就用我喜欢的方式吧，谢谢大家。黑灯，再开灯，我退役了。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王凯峰，肉食动物。哎，就直接成了，朋友们。好了，我非常喜欢肉食动物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世界观，还有这个故事框架。谢谢。哎，我们脑洞都好大啊！单口的天马行空和漫才的天马行空。是个啥？这是一个红毯，这是签名墙。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时尚，但玩的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比较古怪的时尚。他们能把舞台走成红毯的那种感觉，玩他们的时尚的这个作品。啊，是靠说的，其实。这个也可以啊。我画的，你来说吧。树呢本身是孤独的，对吧？有思想的树会更孤独。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能跟凯峰成为朋友，让他显得没有那么孤独。王凯峰是今年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舞台的新朋友，在整个录制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演员内部的小调查，一个问题叫做你最想把哪位朋友的脑子打开来看一看？王凯峰获得了第1名，击败了林简七。
所以听他讲脱口秀要小心一点，不然一不小心你就被他不知道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来看一看王凯峰今天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掌声有请。太感谢了，谢谢大家。王凯峰，我也尽量让大家快速的认识我啊。我接触脱口秀挺早的，我从大一开始，18岁那会儿，大一我就在校外沾染了脱口秀的恶习。那会儿讲脱口秀经常翘课啊。当时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师哥，他教给过我一句话，他跟我说：“大学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上课的。”这个话非常厉害。说这话那年我是大3，他是大5。他们都管他这个叫延毕啊。有一天问他说：“师哥，你为啥延毕？”他跟我说：“延毕能省房租，而且大学生吃那个海某捞比较便宜。”太厉害了！我这师哥最后是续了2年。读完大5，他又攻读了一个大6，然后才，你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毕业生在？你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在那儿注意你很久了，欢迎你啊！非常棒，你是今年毕业还是说想穿这个过过瘾？没有，我就是今年6月毕业。今年6月毕业，已经毕业了，还是说没有参加那个毕业典礼？你可以坐下了。毕业典礼就是马上就要举行了，马上就要举行，先来这里彩排一下，是不是？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其实你这是学位服吗？是的，是硕士还是本科？蓝色的是硕士。蓝色是硕士。比我高啊！有没有读博的打算？没有。最好有啊！你看今天这个冥冥中都是一种暗示啊！我们今天这个阵容的组装，我们这儿有辛博，有于博，有庞博、黄博，还专门请来了一位李伯伯。我们今天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啊！加油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互动？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哥。然后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挑战肉食动物，因为我可以在现场抓取一个搭档。后面的内容我争取能盖过这个现挂啊。内容也是精心准备的啊。但我这样很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策略啊，它叫不徐徐制胜。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延毕，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能看出来吗？我相信讲到现在，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是吧？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聊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我说你说什么鬼？我是那种老派书生啊，老派的，我至今坚持阅读纸质书。不爱看那个电子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电子书应该没法取代纸质书，对吧？不会啊，就哪怕你平时不看书，书在家里算一种软装，对吧？你书架里放个 Kindle， 那个就是硬装。因为电子书是没法用来陈列和收藏的，电子书没法收藏啊。你如果有个朋友指着他那个电脑的文件夹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珍藏。你就会好奇，这是正经东西吗？黄的不看。全挂完了。
我书架里至今珍藏着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套儿童恐怖文学，那个是我的启蒙读物啊，儿童恐怖文学。我那书非常禁忌，那个书封面就能把别的小孩吓一跳，然后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儿，叫“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 我当年就想把它给抄走，就写在我作业本上。我也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这样老师要是查出来我没写作业，我先敬他是条汉子。恐怖文学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勇敢，但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少读，后来改读哲学。我挺爱哲学的，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很厉害，书里介绍说他每天就站在雅典的广场上质问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全雅典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我当年在这段旁边批注了一个字“该”。我说您太冒犯了。但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因为我从小也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全职讲脱口秀。这个非常的困难，至今是非常的后悔。我为此还放弃了本校的保研，不是，是延毕。我觉得这样讲会有效果啊，我也可以直接讲延毕的。强化一个误导，我怎么可能保研呢？是热爱脱口秀的，但是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茫。最迷茫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梦见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笑着对我说：“该。”反正就是老派书生，热爱纸质书，还喜欢纸质书的一个点是喜欢闻书的那个香味儿。因为书香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书它越老越香，大家有共鸣吗？那种老书很香，而且随着那种岁月的沉淀，你会发现那个书的纸张也会变得焦黄而油润。所以书就是植物版本的腊肉，书就是一种对树的烹饪。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书以后从来不看？因为他在等最佳赏为期。为什么有的人翻书的时候会舔手？这都见过。为什么？这个跟吃披萨一样，指尖有芝士的香味。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书是腊肉的比喻啊！谢谢你们，我还准备了一个比喻。关于读书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读书就特别像神仙享用贡品，营养吸收了，但东西还在。所以阅读何尝不是人类的神仙体验？希望我也能有勇气把这个脱口秀就停在这里啊，但很难。我平时讲这两个比喻我非常喜欢，但他经常冷场。我甚至为此专门咨询了一个非常资深的脱口秀老前辈啊，我就把我这俩比喻发给他，问他说：“您觉得怎么样？”哎，老前辈跟我说：“我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我说：“哦，说我浪漫。”他说：“不是，是两个都要删。”我说我不删，我不光不删，我把你也写了进去。观众要是喜欢，算我们俩的功劳，算我们仨的功劳。观众要是不喜欢，你就对我说一个字儿，该。谢谢大家。
谢谢王凯峰的表演，很厉害。喜欢凯峰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你虚弱的表演。哎呀，这一段为什么不放在第一轮呢？第一轮也还行，你这第一轮比这个更浪漫一些啊，我感觉。你怎么不说第一轮比这个危险很多呢？我们差点看不着这一段了，非常危险啊！后来45位选手，我排41名。我说大家都是号码，为什么我是鞋码？这咱先问问第一回看的乃文哥，这挺不一样，对不对？我就感觉就是你这个说是所谓的虚弱的表演，但是我觉得内核很炸，就是他有别人触不到的那些点，就是你的脑洞，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他的脑洞真的很新奇，是吧？整场的表演包括现挂，他反应其实很快，拿了就能用。而且还能 call back 别人，就是我相信这都是即兴的，就是你很享受的同时，让我们也很享受。我现在只能用你的一个词儿来概括我的感觉，就是神仙的体验。谢谢。哎呦，非常感谢。这个炸哈，在我这儿，他这老感觉是上面蒙了层被，在里头炸。对，炸里面了。对，而且他在上面的表演，我也不知道脑子里边老出现，就有一种鸟站在木头上，你不仔细看，它像个木头一样，你再离近了看，就像一动不动。那个它就特别像，很神奇。我觉得其实反而今天其实比第一次要松好多啊，第一次那个特点更明显，就是上来以后我说这是何方神圣妖孽，对他说不出来的一个自己特殊的劲儿，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是需要一定底蕴的，但是他真的是出现在整个的脱口秀的这个大群体里边，我觉得他太有必要有一个这样的类型的存在了。而且他那个比喻找的简直太神奇了。对，上次也有什么山是树的楼房，对，我这就太神奇了。我觉得他的脑子里边的那个脑回路或者那个褶皱，可能跟大家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对，谢谢黄渤老师，特别喜欢这一段。我觉得那个凯峰的那种表演是隐性的，就是会让人觉得慢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扎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幽默感是天然自带的，就是好像你无论说什么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给人让人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一段会让我觉得可以回味很久。太好，包括你在里面说的那些比喻，都会觉得很浪漫，很值得品味，特别喜欢。谢谢。确实是这个舞台上比较罕见的风格，我就特别感觉我们俩肯定有一个人在水底下，就那个声音啊，它不是通过空气传过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好，要不然反正是就是我淹着了，要不是他淹着了，反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视听感受，也都是好包，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欣赏状态呢？我还没有完全成型呢。我这个发音还是得练的啊。不，就他有一种感觉，他没有在演给，直接的跟你对话的感觉。是吧？是，他就是哪怕别的，比如说有那种风格是拈拱，就是说慢慢那么说的，您这还真不是那种表演风格。但我在这个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一直我在琢磨，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之前第一次是不是还有说？之前的那个老先生马三立，也有这个蔫蔫的，然后往里边说的那个马三立肯定是从脑袋从水里出来说的，肯定是他在里面咕嘟着说的，就感觉有泡，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特好奇，也特想欣赏您接下来的表演，争取在这一季里能让我读懂您这本书。好，其实凯峰的这个表演风格，其实就是娓娓道来自己说。但其实我很意外，你会今天出现一个跟观众这么长时间的现挂的互动，是从哪一刻开始憋这个坏的？我好这口，我这平时我喜欢互动的，喜欢现挂。我上台我就感觉你嘴角憋着个坏，其实。
有点不知道要干点什么，终于来了。谢谢凯峰，谢谢。请来到休息区，这是我见过最虚弱的台风。接下来的要跟凯峰对战的这组朋友，一点都不虚弱了，对吧？我们今年喜单的舞台上，漫才组合是最多的一年，而这组朋友听名字就完全不吃素。掌声有请肉食动物。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啊，我也是个读书人啊。行，我最近读了很多玄学方面的书，研究这种，研究啥了？我研究星座。哦，哎，你是？我是射手。那你上升？我上升是处女。哦，射手处女，你是社畜座的。啥了？这能连着说吗？这星座也太苦了。我还研究五行。哦，传统的。哎，五行它讲究相生相克。对，金克木，水克火，迈克尔、杰克逊。啥玩意儿？老外也信这个吗？啊，你就研究这些？不，我其实研究最深的是许愿池。许愿池嘛？哎，这么冷门？不，很多人相信。哦，哎，那我问一下，你在跟许愿池许愿的时候，你在跟什么许愿？小王八？有吧？里面有你这个有点冒犯了啊！冒犯了。那个许愿池里面有神仙。许愿池里有神仙？哎，许仙。我给你科普一下，好吧？这个许愿池它起源于罗马，所以里面是个罗马的神仙。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的神仙。哎，波塞冬。不，没那么大的官儿。巴勃罗、雅典娜。不，他就是个没有名的小神。哦，哎，我觉得你对罗马也不是很了解。我刚说了3个都是希腊的神仙。雅典娜是希腊的，包括苏格拉底。他们都一起的。哦，你给罗马和希腊合并了，那你也是个神啊。我是什么神啊？你是古希腊掌管古罗马的神。城市规划这一块的。不是我合并的，你刚说的吗？他们本来就都是欧盟的。所以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的神仙，那种白胡子老头嘛，这种。那这个大爷常年跟水里泡着，他不会得风湿吗？对吧？关节痛那种遇水。谁说他是老头了？不是老头吗？他是个小伙儿，是个小伙儿。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来的精壮的棒小伙儿。是这种设定呀？那神仙有性别歧视呀？为什么不能是棒姑娘？有2个。有2个。那个池子里有一对罗马来的精壮的棒男女。那神仙有身材歧视呀？为什么都是瘦的？有4个。有4个。除了刚那2个，还有2个你这样的，那水都淤出来了。你管那么多呢？哎，那神仙有年龄歧视呀？为什么都是年轻人？8个呀。8个。除了刚那4个，还有4个相同配置的老人。那这4个老人不会得风湿吗？他们4个在池子边上坐着泡脚。哎，那我刚开始第一次问你那个老人会不会得风湿，你就说他在旁边坐着，不就不用出现后面7个人了吗？他一个人他忙不过来，需要8个人。那全国各地那么多许愿池，这8个人就忙得过来了。每个池子里都有8个。每个池子里都有8个全国各地几十万个许愿池，每个池子里有8个罗马人。对啊，那罗马就没人了。你知道罗马多少人吗？罗马神仙，罗马就没神了，没神。那我们国家的神仙过去了呀。所以每个罗马的许愿池里有8个中国的神仙。对呀。八仙过海。8仙过海过了地中海啊？这么飞的吗？
哦，所以是这边的过去，那边的过来，交换神。那这是8个瘤子呀。人家不是学生，人家是神仙。神仙，反正所以我们这边的许愿池里是8个罗马的神仙。那讲道理，他们哪怕不说意大利语，也应该说英语吧？怎么听懂你许愿？那8个人里面有个翻译，有个翻译吗？那8个人里有一个 translator。Yes。那还有7个呢？还有7个，还有那个负责许愿的，就一个干活的吗？那剩下的呢？还有个 HR 嘛，HR 呀，公司啊，那剩下5个呢？还有5个财务，5个财务嘛，对，神仙的账这么难做？不，他们主要是贴发票，有生活，所以是个公司，那他们也996。啊，不，那个景区啊，晚上6点关门，他们也就回家了。每天6点，这帮货挤地铁去机场，然后回罗马。不，神仙不用去机场。神仙会飞，原地那种。每天6点钟，全国各地歘起来几百万个罗马人往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人是汉字，他们排 people 吗？people，PEOPLE，6点下班，排完都12点了，他回啥罗马？人家熟能生巧。不是你能不能问我点许愿相关的？行，咋许愿？许愿你就简单了呀，你就扔一个1块钱硬币。为啥一定要是1块钱硬币啊？它这个东西它就相当于这个敲门砖。扔砖不行吗？扔砖你不礼貌，它得是个礼物。LV 的包，有把愿望扔进去的吗？LV 的包太贵重了，高仿的 LV 包。不是你往水里扔一个假的，然后出来个真的是吗？洗钱吗？我说为啥要5个财务呢？洗钱犯法，它就必须得是硬币，就必须得是。那然后呢？然后你就得双手合十啊。为啥一定要双手合十啊？双手合十显得你态度好，这样显得我态度好。不是这样才显得我态度好吗？你这样显得你态度更好，这样显得你该。你才该，就必须得双手合十，就必须得是。那然后呢？然后你就许愿啊。然后就许愿。那现场这么多人，神仙怎么样决定先实现谁的愿望？这按那个愿望的拼音首字母啊？不是你许愿我看看。神仙，我 S 施恩神，太靠后了。我希望明天 W，你更靠后了。那你都咋许？我一般我就，哎呦喂，谢谢你。都要 A 开头啊？当然得 A 开头啊，其他门派都是 A 开头啊。阿门、阿拉、阿弥陀佛。让你研究明白了。学会了。学会了。那以后我是不是就天天许愿就行了，啥也不用干，是吧？也不用写麦菜了，也不用创作了。那当然不行了。你许愿归许愿，你愿望实现主要还是得靠自己。靠自己吗？我许愿了，我还靠自己啊？不是，你看啊，我们站在许愿池旁许愿的时候，看见的不就是自己的倒影吗？哎呦喂，开始上价值了！天哪，自己是自己的神。那来吧，跟我一起干嘛呀？组成 people。谁跟你组这玩意儿啊？谢谢大家。谢谢肉食动物，喜欢肉食这段漫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左票。这个我替可能好多观众朋友先问一句啊，因为原来你们很多都是角色扮演呀，尤其是你们很多代表作都是改写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白雪公主啦什么这些。那今天这个显然不一样，但是
有什么要跟大家？就是跟乃文老师也说一下，就是确实第一次演，在你面前演，我们之前不是这风格。就漫才其实有2大类，一个就是话艺漫才，一个是短剧漫才。之前我们演的基本上都是短剧漫才，然后我们想尝试一个新的一个表达方式吧。有点像相声，不太像，像不像呢？大林，不太像。但我觉得是不是也有角色？因为我是感觉到了，就是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抬杠的人，就杠抬得很自然，不让人那个跳戏，也不让人讨厌。因为说实话，抬杠的人其实挺让人讨厌的。但是你们这个互相抬杠，就是起码我感觉你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包括节奏，我认为其实还是进入角色了啊。是因为可能我一直在演一个欺负他的人。对，他们应该算是中国漫才的一个大宝贝了，这是。今天这个完全是一个靠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挖坑，不断的挖坑，然后再拆再解，这个就是完全靠这逻辑，靠来回推，这个其实挺吃功夫的。这个我觉得纠结漫才是相声形式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但是这个他其实这个创作的逻辑有一点，其实跟我原来听相声很多东西是很像的，因为。咱说那个大郭老师啊，您的父亲大郭老师有一系列的那个成名作，比如我是文学家，或者我是一个军事家，他其实就是郭老师扮演的那个人，他在强撑一种说我什么都懂，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边那个于老师就不停的拆开说，你其实这个不对，指出荒谬。只是于老师和大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嘛，就是这是演员表演的风格。那就也想听这个大林说，就是他们这个创作上，是这样的，因为相声啊，其实很多让中国人发笑的方式不是相声发明的，相声其实是归纳总结。他把好多那个咱们中国人用汉语去逗乐的这种方式集合到一起，所以您刚才这东西它确实不是相声的东西，就是它是中国人幽默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咱也本来也不是同一种表现形式，其实就相当于说电影和电视剧是不是一个行业意思一样，是吧？纠结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其实是对，只要能逗大伙儿开心就完了。就怎么突然想到又换了一种风格？因为其实之前看你们演表演型的那种更多一些。因为那个其实演了很多，这个是我们之前专场里的段子，就是想尝试一些不同的类型。因为我们其实写短剧比较擅长，但是想试试这种。而且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更不太靠谱的，对，我们可能试场，对，可能会比如说下一场或者下一场也会，前提是得有下一场。我觉得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肉食动物也是我们的幸福啦。谢谢。确实，其实他们本身一直无论是切换就表演方式，或者是呈现的这个主题也好，其实大木欺负晃晃这个点是一直是不变的。对，就是这个是他们创作的一个基础。所以逻辑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没事，许愿吧。好嘞，咱们就许愿爱奇艺，那也是 A。别的愿望不好说，但有一种愿望不用向神仙许，用淘宝闪购就能实现，外卖更优惠。哎呦喂，淘宝闪购率先实现你的愿望，耶！哎呦喂，你们是谁挑战的？谁？是凯峰选。凯峰，对，就是有想到吗？其实我们也很喜欢凯峰的段子，他第一个赛段讲的也是这种类型的。对，是，其实有某种共通的地儿在哈。我来到这个舞台就是为了记住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各位就是向许愿池许愿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太浪漫了。凯峰这个劲儿太帅了，真是。你随时都能这样是吧？凯峰，他生活中都这样。你半夜3点闯进他的家门，他先教你读5分钟书，然后偷摸报警。开玩笑，谢谢凯峰，那也谢谢肉食动物，我们把凯峰也请回舞台中央。看看这个脑洞对决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感觉要200票了，210有没有希望？恭喜凯峰啊！肉食187票也很优秀，但按照规则很遗憾，请2位先暂时前往待定区。好嘞。那我们恭喜王凯峰
210票直接晋级。王凯峰是个自我世界很丰富的人，他不吝惜于展示自己的想象力。我觉得王凯峰这个人吧，荒诞、浪漫，然后又神经病，真的你不知道他天天在想什么。春秀路这个名字非常好听，春秀路，瞬间绿色，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外星人来了，屏蔽了这入闸机的信号。外星人，这么开门的意思。能看到那个大黑楼吗？大黑楼就是山顶处的楼房，那个就是仿照山的样子。这种砖就特别像某一块就会雕刻那种对于未来的预言。如果一旦人开起车了，那他真的就长大了。我不想像河神一样从地底下冒出来。王凯峰可以成为一种风格，漫步在天空里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每一朵都踩在云上面，你也不知道那朵云会飘在哪里。我对他是羡慕，作为一个浪漫的人，成本很高。越走近，你越仰望他，700年的时间就被压缩在这个抬头的这一瞬间。有时我觉得我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但我的脚落在了下一步的位置，我在我的脑海中行走。语言没有尽头，我可以不断地走下去。凯峰，这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期上半场的最高票了，很不错，打了一个翻身仗。其实后台很多朋友一直挺为他担心的，因为知道凯峰的风格比较独特。这刘洋、刘仁成两位老友看了半场了，有什么感受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我看了非常热血沸腾，几乎想回来参赛，没有不回来，然后戏耍我们，感触非常的多。我觉得这4组他们都是像又不像。你看第一组嘻哈和辛博就是2个极端，一个是舞台上风格这个节奏最快的，一个是舞台上节奏最慢的。然后第2组像于博和这个浩，他们俩一个是笨蛋喜剧，一个是帅哥喜剧。就是不是笨蛋啊，没分清你在啊，一个是笨蛋喜剧，一个是长相普通喜剧。就是笨蛋喜剧，它是会告诉你我被生活一拳一拳的捶，然后聪明人的这个喜剧是告诉你我怎么一次次反抗生活。第3组小马和这个巴拉，他们的素材非常非常的个人，然后以及到第4组讲的肉食动物和凯峰，你会发现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脑洞，然后逻辑，不同的是凯峰在这场非常有这个现场感，所以这4组会让我觉得他一下让我看到了单口喜剧最好的那一面，让我看到了单口喜剧吸引我上台的那一面，就是它展示了大家对同一个生活的多种切片，它让我们看到了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所以非常非常感谢这些选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可能性，非常感谢他们，太棒了。那在教主如此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发言之后，阿成你还能说什么呢？你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赢过我2次。那明年，因为我今年很多朋友的稿子我都之前看过，然后所以今天看他们比赛，我特别感慨，因为感觉大家在这个比赛的状况下，还是激发了很多创作。我确实觉得这个比赛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多，我也很开心看到凯峰的今天表现很好。我跟凯峰应该认识9年了，第1年讲单口就认识了，然后很开心能看到他的成功。说实话，尤其到最后都看到凯峰这种。就是真挺开心的。我今年其实一直一点都不想比，但现在看完之后会有一点。我不跟您比。明年会考虑。这也就是办节目的意义嘛，只要舞台在，大家想回来永远都有机会，想表演永远都有机会。那随着刚刚肉食跟凯峰的这一场对决，我们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第1场的上半场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恭喜4位直接晋级的朋友，也感谢所有的演员，感谢所有的观众，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谢谢4位的加油打气。我们下半场精彩，欢迎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精彩继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
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这个已经晋级的朋友都高坐无忧了。那下一组对决马上开始，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陈数、林简熙，这个是这个对抗路友谊赛真正的相爱相杀了。这太快了，我选陈数吧，希望那个我能跟陈数穿人字拖演一场。就是觉得如果我输了，我也能接受。打不赢，显而易见的。对抗路哪有友谊呀？他演不好就是会笑话他，这就是朋友。我赢你行不行？可以，你去啊！没人不要你。陈数是我的1环朋友，最靠近故宫的朋友，还是我的无人岛朋友。岛上去。其实说实话，我画过陈数，陈数相当难画，相当难看。就印象中双手插兜啊，不一定他每次都在双手插兜，但是它是一种双手插兜的感觉。智慧啊，懒惰，头发长。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简直不如一只7星瓢虫。这挺高兴。行吗？陈数输了，输的一败涂地。打败。先上场的这位演员，哎，在这舞台上3年了。过去是淡人，今年好像开始有一点点热血和犀利的感觉了。上一轮吐槽了广告，今天又有什么样独特的观察？我们掌声有请陈数。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现在住在上海，但住得很远。有时候去市中心的路上会收到一条文旅短信，这里是上海。我说什么？这里是上海？那刚才是哪里？该不会回去的时候还要给我发一条吧？这里不是上海了啊，侬晓得吧？住的也是一个老小区，我很讨厌楼下那种门禁，就是外面装着一个铁门，屋里连着一个座机电话。这样方便别人过来探监。铃声很吵，经常被别人摁门禁吵醒，但是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开始被驯化，因为现在这个外卖员他一摁铃就给我送饭吃，一摁铃就给我送饭吃。现在门禁一响我就流口水，很不方便，经常拦住一些外卖和快递，还有一些弄丢门禁卡的住户。那么谁是这个粗心的住户呢？有天夜里我2点多才回到家，一摸兜，完了，被防住了，站在楼下就进不去。我终于知道大禹为什么3过家门而不入，门禁卡被大水冲走了。没办法，想回去呢，就只能摁别人家的门禁，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下不去手，我就想要不我点个外卖，然后填邻居的门牌号，让他来摁。但我也下不去手，但我也不敢，我就抬头看，哎，有一户还亮着灯，空调也在往下滴着水。我说要不摁这家吧，人家起码没睡。我就数1、2，这不我家吗？确实没睡呀，一个熬夜的都没有，就我一个年轻人。我说那总有起夜的吧，我就在那儿等。我第一次对中年男人产生期待，我就在那儿挨家挨户的找。等到手机没电了，也没有人起来。所以说，大家以后睡前一定要多喝水，你知道吗？你指不定帮到谁。然后我就出去到路边借了个充电宝，想着干脆在街上走一走。我住的附近呢，跟城市里完全是2个样子，没有高楼，商铺都只有1层，名字也都非常朴素。路口的水果店叫水果店，早餐店叫早餐店，招牌上不加老板的名字。这 logo 很大，但 ego 很小。
生活很直接，很简单。市区的理发店全是什么 beauty hair、fashion salon， 我这儿就叫快剪，甚至不叫10元快剪，就叫快剪，听上去根本不像店名，像是一种命令。走在路上能看到有很多任务要做，开锁。快剪，照相，感觉我走完了小偷的一生。开锁，被抓了，快剪，照相，然后关到铁门里等人来探监，就是很简单，很朴素。我路过最像上海的店是一家烧鸟，居然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仔细一看，掉了一个偏旁。烧鸡，合理了。路上很多店招牌上的字笔画都掉了一些，我看到就开始担心，我说以后进店会不会被招牌砸到，对吧？这要是被偏旁部首砸死了，那尸检报告上该怎么写？死因宝盖头，盖头上了。很难接受这种招牌死法。看到的店名越复杂就越害怕，对吧？因为它笔画越多，掉的越多，概率越大。所以去吃炒面就比小面要更危险，除非炒面已经掉成了小面，再也不敢去吃什么biang biang面。夜里也很冷清，想找个地方进去逛一逛，但也只有2家店还开着，一个是成人用品店，另一个是殡葬一条龙。该选哪个去逛？真的很难抉择，而且2家店还就开在一块儿，挨着。你知道从那儿经过是什么感觉吗？就垂死病中惊坐起，哎，忽如一夜春风来。2家店门前还都挂了一个同样的牌子，写着24小时。这就很哲学，因为它的营业时间就代表了消费者的需求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死去，也随时随地都有人在用力的活着。可能就是现在。就有人因为意外死去，也有人因为意外诞生。为什么开在一块儿？方便投胎。复活点，这是一个。路上也没有看到什么24小时便利店，只有24小时成人用品店，24小时殡葬一条龙，顶多还能再找到一个24小时 ATM。 我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夜生活，只有爱、死亡与机器人。我后来不知道走了多远，只知道天亮的时候手机又收到了一条短信，这里是上海。于是我就回家了，躺在床上回了一条，这里也是上海。很累，睡了一整天，一睁眼，天塌了，充电宝没还。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陈数。喜欢陈数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陈数。这段确实挺有意思哈。我很喜欢，因为我上期在那个录制的时候，在后台看到陈数，然后他冲我笑了一下，我就觉得陈数特别像那个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人。小矮人吗？不是。
就像付航说你一样，像一个轻盈的小马，就很可爱。谢谢。然后你说的东西也是，今天就让我觉得，就是你好像是一个吟游诗人的感觉。吟游诗人，谢谢。就是你脑子里好多想法，包括你说到了，其实跟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3个事情：金钱、死亡和生育、爱。对，我觉得就是你好像用了几个你生活当中的观察，但是我们带入到的其实是让我们思考了还蛮多的。你看其他的它都会关门的，但是那几件事情它是24小时的。对。希望你能多说一些这种很好奇你的小脑瓜。我觉得陈数身上有一种他那个气质啊，就是永远都在不紧不慢。就其实他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开篇啊，就是说卡丢了，进不了门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一宿得特别怪，得特别疯狂，特别是不是声色犬马、五光十色、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来，特别奇怪的事儿都来了。但他讲的好像就是，就是你感觉有一股凉风。在夏夜有一股凉风，就你愿意跟着他旁边，他又去哪儿了？又去，就事儿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你愿意陪着他一起去看。我就感觉是就是你在讲一个故事，因为它有起承转合。其实反而我希望就是你后面的那个有哲理的那个东西往前再提前点儿，因为你后劲儿挺大的。就是这种让人思考的，挺有哲理的，包括又有讽刺意味的。就像你说的，就爱、死亡、机器人，好像就这3样东西在裹挟着我们。裹挟啊，对，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对，它是存在的，所以说后劲儿很大。但是我希望再往前一点，密集一点。那我现在再加一段是吧？可以啊。可以吗？我没准备。每一个人的世界里边有每一个人的喜剧世界，就是它有点像一个文艺片，感觉有一个调子一直都在，而且你对于世界的观察，它既客观又主观，它又是你自己的事情，又是这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它是一个感受，观察的很细微，而且感觉还有点诗意还挺好的。谢谢。我确实挺喜欢走路，我甚至之前有过想法，就是人如果一直不累，不用睡或不用吃饭的话，能够一直走路，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生活方式。边上有个习惯是走到红灯的话，就往绿灯地方走，这样不用想自己要往哪儿走。古老美好的时代早已远去，人们匆忙不已地掀开新的历史之幕，为了不在瞬息万变的浪潮中丢失本心，又自顾自较起劲来。这是我很喜欢的歌词。我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夜生活，只有爱、死亡与机器人。有几天都在晚上睡不着出去散步，然后第一天是碰到一只小猫，我一蹲下来它过来，然后在我身边蹭。过2天又碰到那个小猫了，也是我4、5点睡不着，我说还是再下去走走吧，它跟着我一会儿，然后我也跟着它一会儿，但是我到现在也没再碰到那只猫了呀，1年过去了。陈数，你不觉得人生无常吗？要跟陈数 PK 的这第2位演员是他的好朋友。第1赛段的时候，林建奇也是突破原来的自我，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耳目一新的意识流脱口秀。但第2轮啊，今天焕然一新的不只是耳目了，大家亲眼看吧，不多说了。掌声有请林建奇。好，老说我跟电视上不一样，这回一样了。对，我剪了一个很难看的头发。我自己知道，因为每天有不同的人看见我就问我，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剪头？我是去韩国剪的。事实证明，人还是得跟理发师沟通。我最开始对他很信任，我说随便剪，突然就不对劲了。最开始我还美呢，还哼歌呢，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完之后自拍一张发给我朋友，
我朋友说你也太冒险了。我说是，以后可不能随便找个理发店就进了。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像爱冒险的朵拉。剪完之后我问理发师多少钱，他说折合成人民币300。我说行，给我吧。本来我没觉得这个头发有这么不堪，我是前2天搁大街上，然后一个戴着口罩的女生找我合照，我说来拍吧拍吧，啊，拍完之后她跟我说你放心，我不会发社交媒体的。我说随便发随便发，我也不是明星什么的，随便发。他说我不发了，我俩都太难看了。你跟谁俩？我俩呢呀？我俩都太难看了，那你倒给我个口罩啊你！这能比原来难看那么多吗？那是不是近视眼认错人了？拍完照一看，哦，你不是张若昀呐你啊！太难看了，不发了不发了啊！不爱剪头，不爱剪头。他总是能非常稳定、持续的带给我伤害，而且我最害怕那种非常自恋的理发师，就明明他剪得很难看，但他就是有那种自信。小伙头，我给你抓一下嘛，剪成这样还抓啥呀？我想让110抓你，剪得不好还爱说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废话。小伙，你头发太毛躁，你得做一个蛋白矫正。你是一个沙发，你知道吗？你还是一个茶几呢你。我藏你遥控器了，我沙发。从小我就很想控制自己的头发，但是我不能。我高中管头发也非常严，啊，男生必须得剃寸头，夏天是6毫米，冬天是9毫米，假装的可有人性。我拿你这3毫米保温呗啊！每年到春天就又得剪了。我高中最共情的一句古诗是“2月春风似剪刀”。我说这贺知章是不是我学长啊？而且你头发不能太长，你也不能太短，你不能剃光头。光头算是怪发。如果我是学校，我绝对不说光头是怪发，你让学校很没面子。有人头发长，你很有威严。我告诉你啊，回家之后赶紧给我剃了啊！你拿光头怎么办呢？你只能等待。你不能说，我告诉你啊，回家之后赶紧给我涂米诺地尔啊！我觉得头发从来不是头发，它是谁说了算。没有学校的时候，就是我爸说了算。我小时候一直在留酱筷子头，就是那种正方形的平头。啊，我爸觉得好看啊，有几何之美。我洗个头像拧魔方似的，因为他对我的要求是精神，他希望我头发立正，但我是希望我头发少些。我希望我头发歇一会儿，咱俩剪头的标准就完全相反。他剪头，他是一种农民心态，就你得剪得多，哎，你得有收获。我得看剪得好不好。咱俩就是我看脑袋，他看地。我留头发，他要剃。有气只能心里憋，因为我是儿子，他是爹。每次剪头是我一生气他就满意，我一满意他就说没剪，说我上网去了。其实我真去了。我从小到大不能有个性。我记得初中男生都是留这个齐刘海，有一天我就剪了一刀斜刘海，老师看见我就非常生气，他指着我他说：“林简起，我告诉你，你头发是斜的，你心就是斜的。”我说：“老师你说反了，我头发是斜的，我鞋是新的。”我不敢主动追求个性，所以当头发剪成这样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但同时我心里知道他来了。
个性降临了。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剪这么个头，我全部赖给理发师。但其实我剪成这样已经半年了，这半年我一直在偷偷的维持原样。知道有多难吗？但凡剪错一点它就好看了。我有时候觉得没有人看我头发的时候，我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总有那种问题，就如果说你只能带一样东西去无人岛，你会带什么？我会带一把剪子，一天一个新发型，我剪给大海看。丑就丑吧，我就爱丑，就让大海带走我的爱丑。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林简熙的表演，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哎呀，谢谢林简熙。就我先问个问题，你跟陈数，你俩都穿一对人字拖是？对，这个正好咱俩打嘛，然后我就特意申请了，因为咱俩平时就爱穿人字拖，那就穿一下子，就穿着这个最舒服的这那个对战。所以你这个发型不是你主动剪的哈？因为我抓到了，就是你好多次这个发型，然后我感觉你挺引以为傲的。对，我矫枉，以哗众取宠为荣，是不是？对，引以为傲。就是他最开始我挺生气，但是剪着剪着我就是适应了。啊，现在就爱上了。对，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大家都在看我，非常有讨论度。对，这头发帅不？你别说，这头发还真不是谁都能驾驭的，你还挺能驾驭得了这发型，挺适合，我们也适应了。说实话，这会儿挺好。但上一期他抓头发了，就没那么明显。对，这下全啪下来了。哦，上一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发型了吧？其实上一期剪头的时候，理发师给我剪好了服装组的，我不太满意，回去找理发师重剪的。又回了一趟韩国呀？没有，这个就是楼下的那个理发店，他也有这样的手。啊，快剪，给我快剪了吧啊，快点。刚才那个洗头俄罗斯方块，这个对，不是魔方，酱块的头啊，酱块的头，我天，画面都出来了。但是作为海边人，最后那个这个让风吹走了你的，你那刻你知道吧，又浪漫。但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比你还那个利索的是徐峥，你知道吗？对，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但是头发的烦恼好像我们都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演员对于头发其实就跟你有同感，就是头发不是自己的，是剧组的，是角色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的剪头发。就是我想怪异一点，或者我想，标新立异一点，不行，不允许，所以我就特别同情你那个，就想让头发自由生长，我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咱好像没这个权利。哎呀，辛苦你了，对吧？所以咱加个微信吧。行。但你没有觉得他就不知道哪有点怪怪的，怪怪的啊？对，而且他眉毛，但是你看你眉毛长得特别好。说我像那个洛克里，就是《火影忍者》里面的洛克里，像蜡笔小新啊，对，啊，但是我说一下，就唯独不像张若昀。然后这个段子别误会啊，我是说我比他难看啊，然后那个就是笑点在这里啊，是啊，他说很难误会啊，谢谢你。不是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见你解释笑话，解释的这么认真。确实，你在舞台上最丑的一刻致敬了张若昀。感觉就他一如既往，然后但这次我感觉他好像，其实他中间探讨了一些小叛逆的东西啊，但是到最后却没以此为主。其实我特别讨厌剪头发，我觉得我被那个就是那围布直接控制住了。封印住了，我手也掏不出来，每天都坐在那儿，然后有时候还容易打瞌睡。辛苦你了。
我是想分享一下而已啊。但我刚才特别喜欢你说那个个性降临，就其实我们不是生来都知道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样，但是可能每次试错，然后你可能就知道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了。那个点我觉得就我挺有共鸣，包括刚才乃文哥说，其实我们演员不能控制我们自己的发型，但是可能这个角色需要你短发。然后那一刻，你的个性随着你的发型的变化，可能也就降临了。就这个点，我还觉得，哎，好像头一次听着有人讨论吧，我很喜欢。谢谢。其实你要这么说，也不光演员，各种职业，大家很多事儿也都说了不算。比如说你要是医生或者老师，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更所谓打引号成熟有经验的发型，才能让你显得更资深一些。是我挺喜欢林简期的这个好多演出，就是比如今天这个，他就是从发型，然后聊到最所谓这个个性或者是一些态度，但聊到最后，他发现，哎呀，我在这儿聊自由聊态度这个事儿好像也挺没必要的，我收一个破包袱得了。就是那个是陈述给想的，爱头。那你喜欢这个梗吗？行。辛苦你了，辛苦你了，稍息吧。今天他俩还到最后都不知道哪儿，还有点浪漫。这个归到海边了，是不是？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性哈，还有点是。那咱们把这个人字拖兄弟请回舞台中央吧，看看哪双人字拖会晋级，哪双会淘汰呢？看看现场观众给陈数、林简期一个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哇，恭喜林简期，实至名归啊！巧合。我们也按照规则，陈数184票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而自由的林简期在宣布晋级之前已经抵达了2楼。赵丽还是恭喜你208票，恭喜！这是自己的选择嘛，他就是为了喜剧牺牲自己的外貌。就我们在那个观战席一直不来，后面才坐我旁边，我说你干嘛去了？他说洗了个头。洗头啊？本来就想，就是发型师要给我做，我说那做吧，你做完看看什么样吧。做完我一看，完不太行，就是很有造型感，但我不想要造型，然后我就洗了一次发现不行，又买了洗发水重洗的，干了之后发现还是黏。完了，我就又找了一个理发师，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洗掉？他说你打完那个洗发水之后，在头发上闷一会儿。我就第3遍我才洗掉。我是故意的，我其实这片就是想复古。我本来就是想穿自己衣服，然后头发也不整，完了那个就是啥也不整就上去了，很朴素，很简单，就上去讲完就下来。这就是我这片其实好玩一点的这个初衷。那咱们比赛继续，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张无为、刘辉都是今年的新朋友，请回头。帅哥打帅哥，我选张无为啊。你们2个之前认识吗？认识，但是其实是在上海认识。对，其实是在上海认识的。我是学播音的，他是学表演，互相探讨，互相学习吧。因为我俩专业也不太一样。其实咱俩这个组合应该叫什么？波表不分家。波表不分家。还有就是我俩想在一个更大舞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了。这种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那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演员，之前一直在说演员，但这位真的是一位演员，而且平时就喜欢端一点这个霸总的架子，而且也走了一些颜值的赛道。请注意啊，这位霸总真的能成功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掌声有请张无为。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无为，谢谢大家。大家做到现在还蛮辛苦的，知道想看一点快一点的表演，满足你们。我是演短剧的，短剧演员。来讲脱口秀，身为脱口秀一句 slogan 很吸引我，人人都能讲5分钟脱口秀，
太吸引我了，我没试过1集5分钟。毕业脱口员都抱怨5分钟太短了，不够讲述自己的人生。我说足够了，5分钟我一般重生了。去年短剧不太好干啊，挣不到钱，我妈就让我回老家山东。摊牌了，朋友们。这个短剧演霸总只是我一个兴趣啊，实际上我们家自己有企业。我妈很厉害，我妈在山东卖馒头的。哎，馒头在山东饭圈顶流。我妈那个店很大，100多平，8个员工，营业额最好的时候1个月只亏1万。叫我回去很简单，和面大姨不干了，让我回去和面。我说妈，你怎么想的？你儿子当了一个短剧演员，天眼霸总，回去卖馒头，丢不丢人？我妈说儿子，妈看过你演的短剧，那个更丢人。你回来吧。我说行吧，女人，再宠你一次。2个星期宠不动了，早上6点起来和面。哎，6点和面就一个想法，不活了。我觉得我人生应该是当明星做演员，差一点应该是走 T 台做男模啊。现在天天做模，受不了。我还想回去演短剧。我妈说你是不是脱不下你总裁的西装？我说妈妈，咱们已经亏6万块钱了，已经不是你儿子脱1件衣服就挣回来的，需要带围裙啊，需要带围裙干点活。哎呀，有趣。再说我天天在这和面做馒头的话，那我之前用功读书算什么？这话给我妈问住了。我妈说：“你哪儿读书了？你高考300来分，哎，用功读书怎么会从你的嘴巴说出？”而且儿子360行，行行出状元，都听过这句话吧？但朋友们，我觉得状元之间是有差距的。程序员状元比尔盖茨，金融状元股神巴菲特。我去网上搜了历史上做面食最有名的男人，搜出来5大郎。但是除了和面之外，我会给我们家一些别的一些生意上的建议，因为我商业经验真的很丰富。之前演短剧的时候，我分别在 A 城、龙城、金港当过总裁。我说妈，你不能光发展这个实体店，线上外卖渠道也要拓展一下。但真的上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朋友们，外卖不能单价太低，一个馒头5毛钱。20起送，来了一单，清仓了。这是没用券的情况下，用了券20块钱60个馒头，60个，你很难说这是外卖，这是粮草。我也问我妈，我说妈，会不会咱们60个馒头送到了，已经不热乎了？我妈说不会，儿子。因为咱们家用的是淘宝闪购，淘宝闪购送货超快，比短剧都快，品质有保障，用券更划算，大家都爱用。我说淘宝闪购有趣，你有资格做我张维的合作伙伴。虽然现在没戏拍啊，但在生活中会演一点短剧啊。因为闲的没有戏拍，不光我没有戏拍，我身边那些演短剧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戏拍。被 AI 短剧冲击得很厉害。哎，我看一圈之后，我发现居然做馒头最稳定，这是我的基本盘。真的，他们天天吃不上饭，我天天晕碳。我妈说：“儿子，你才想到，妈早就布局好，你就在咱们山东和一辈子面，活到老，活到老。”咱家不怕被 AI 冲击，因为咱们家自己做豆包。之前讲完这个段子，老有些观众问我说：“张维，你家店在哪儿？看完脱口秀想买点馒头支持你一下。”感谢大家，但是我家店呢离演出地方很远。你说你看完脱口秀坐个小地铁就会买几个馒头，没必要啊，没必要。我一般会把馒头带过来。
现场卖，给观众挨个发馒头，饭撒。饭撒结束了，霸总就讲这里，谢谢你们，我是张伟。谢谢张无为。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张无为。青岛老乡哈啊，对对对，青岛老乡。其实青岛这个男孩的基本长相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笑什么？这博客让我们误会了很多年，是吧？这一屉馍不一定长得一样。对，有的时候粘馒头，它有没发起来的，还有的是粘了锅边的，你知道吗？一撕下来都不一定那么好看，但好吃是一样好吃的。其实他说的这个生活，我十分能理解，包括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境遇，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去表演，你说做影视演员，他有一定的难度，然后我们去做短剧的演员，又碰到了行业现在的种种的状况，但你依然能够有勇气继续再找到一个赛道，再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确实挺钦佩你的。谢谢黄渤老师。作为一个霸总，能放下身段啊！没啥霸总，我现在主要是卖馍，现在就是作为一个霸模。其实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是一个不顺畅，是一个磨练，但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积累经验，积累生活素材，现在是把壳都有了，其实里边还可以再装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对，今天唯一遗憾就是，演过了，其实在开玩笑，但大家真觉得你这人怎么那么自恋？就是其实没有，我解释一下，我害怕网上说弹幕说这个男怎么这么油，不是开玩笑，我没演好而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理解。没有无为，你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你就演霸总，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觉得你会油腻的感觉，你反而是一种大家知道是你在表演。但我们那场第一场看的时候，我觉得能感觉到你是特别自信的，但今天你演着演着，好像自己就那个气儿已经泄掉了。我看大家就我就有点心虚，就是不是，这主要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我就有点害怕，我就好好再研究研究吧。确实这个玩意儿确实不太一样，不同表演风格。别泄气，别泄气。对，我是觉得不用怕，既然已经在台上了，这个舞台已经交给你了，这个舞台就属于你。就刚才我拍灯，就拍在你刚才你说你那个什么短剧，我看完你短剧更丢人，我知道。丢人，当时就已经很丢人了。当时一拍灯，我说确实丢人。这不是我拍的意思，就是说你敢说出来。其实演员有的时候就会面临这些东西，就是不知道是丢人还是不丢人。然后我觉得短剧也是，其实最终就是又回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最后你妈妈教给你，你那个面要怎么和，馒头应该怎么拌，其实他教给你的就是生活的一些哲理，就包括我们的职业，其实也是一样，慢慢来，对不对？这个都不怕，所以我希望你更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职业，更勇敢的去对待自己的舞台，不怕。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就还是运用咱们蒸馒头这个学术词汇，就是咱不能跑这气嘛，这个一跑了气，它不就蒸不熟了吗？对，中间你不能接盖儿。确实是这样子，这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其实啊，其他人都无法和当时那刻的你共情，因为我们没有站在这个台上，是吧？其实这是一个行刑场。是吧？你在这儿，你到底是你接受是这喝彩声，还是说是吧？这种气氛都很不容易。但我觉得没问题，你都能是吧？脱去西装，换上围裙，你肯定还能接着往后，你鼓起劲儿来接着干。没撑住，就是没事，就是回一边和面一边想吧，就是没事，你别怕油，你吃口馒头还能解解腻呢。其实可能就是创作上差那么几句话，因为你一直在聊自己做演员，回了家做那些你自己觉得不适应的工作之间的这个矛盾嘛，那可能就是把这句话明白的说出来，告诉大家，然后你在里面的不适应，大家也就知道我应该站在或者我坐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感觉是大家在过程中也有点犹豫，我是应该嘲笑哪个你呢？就是因为咱们在舞台上是确实接受嘲笑嘛，我是应该嘲笑那个霸总的你，还是嘲笑和面的你？我觉得观众可能也有点摇摆，然后始终，加上咱就5分钟，可能就是这个消息。是的，没事都能解决。好，谢谢庞庞老师，谢谢。好嘞，谢谢张无为。
那跟吴为对决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的新朋友，很巧，第一轮的时候车轮战两个人就正面交锋了一次，他从吴为手里拿走一块复活金牌。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位朋友不光是摄像机很难捕捉他，这观众有时候也找不着他的气口，所以开始前总让我跟大家友情提示一句，可以呼吸。为什么这么说？咱们自己看。掌声有请刘奎。哎，大家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其实我不认识你，没事啊。大家好，我是刘奎，欢迎各位，欢迎。自我介绍一下，很多朋友不认识，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点不一样的话题。今天跟各位聊一下教育 ，education。我受过教育。但是我从小受的是我妈那种非常高压严苛的教育。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我现在是开智了。我小时候非常的内向，我为了锻炼我的外向自信大法，我妈就从小把我送去学那个少儿口才班，学习朗诵，学习表达。我跟我妈说，妈，我不想上。我妈说，儿子，你上这个课之前你还叫刘奎，你学出来你就是康辉。各位，我当时才5岁，我不认识康辉，我是菊萍伪粉。但是各位，少儿口才班里面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小康辉、小菊萍，都是像我这样的小疯子。那个少儿口才机构教的内容非常的刻板，大家肯定有在网上刷到过，会要求每一个小孩读任何的文章都要打起精神。但是各位，5、6岁的小孩，他们把控不好那个精神的尺度，就导致每一个小孩一开口朗诵，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我们小时候就是20多个小孩，每一个人一开口没有一个内向的，每一个人一开口都是。我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想告状，我想说老师，他抢我氧气。回头一看，老师已经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非常的刻板。比如说，非常多的文章，大家小时候学过，第一个字儿永远是啊，春天。你感觉小孩朗诵以前都要先整一口啊。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春天是53度。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要脱腔甩调，读5字古诗，重音都在第3个字。静夜思都这么读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各位没有逻辑，因为你要是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大白话，你说的就是你看天上有一轮明亮的月亮，它就没有逻辑的，这玩意儿没逻辑，哎，压根儿不需要花钱学这玩意儿，对吧？不就第3个字就是重音吗？但各位，你们今天来早了，今天刘奎老师免费给你们上课，今天全场3秒钟学会少儿口才，同学们上课。下面开始，全场跟我一起举头望明月，来举头。你听听，和狗叫有什么区别？我都怕这帮小孩长大之后偷偷来到现场看我的脱口秀，我在台上讲一个段子，他们在台下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梗很有讲究的，这个梗说明5哈里面只有一个重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哈的重点邓超老师，让我们特别好，对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学的东西一定非常刻板。你比如说，我们不懂文章的意思，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加精准的表达，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字儿都精准到我们的手势动作上，就导致我们的朗诵特别像在练武术。我们小时候一篇文章就是这么朗诵的：自从那一天，我的妈妈发现了我。1堂课上下来，口才没学会，肩胛骨都骨折了。我是5岁上的那个机构，我带过那个机构的标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标语叫"学习艺术，报效祖国"。我说你这样，哈哈哈哈哈！祖国只会报效。对吧？我不仅学过少儿口才，大学我学的是播音主持，我也兼职过少儿口才老师。很多家长就不负责任，把孩子送到我们2楼学少儿口才，自己立马去1楼打麻将。就是孩子们在楼上千磨万击还严谨，
父母在楼下扔耳东西南北风。我们就是这样学这些东西。我是按照我正常的方式教孩子，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就怎么朗诵，没有这些假模假式的动作。不到1周时间就被家长投诉了，说我教的不够认真，说我声音不够大，动作不够大。我当然就跟他说了，你觉得声音大、动作还好，你怎么不这样？你怎么不这样跟我说话？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我这么大人了，我可不来。这就是家长的态度，觉得孩子不学点什么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孩子教出来是假大方，家长也是真小气。因为有非常多的兴趣班可以选择，我都猜到家长在家里怎么交流的了。老公跟老婆交流说：“哎，咱给孩子送去学钢琴吧。”不买，钢琴那贵死了，要买5、6万呢。那送孩子学吉他，那不买吉他，吉他需要买吉他那1、2千呢。那送孩子学口才，口才只需要买水，还有氧气罐，对吧？真是的。那他们在这交流，那学这么多东西都要花钱，那别学了吧？那不行，得学，总不能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吧？咱。家长就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学口才甚至越来越小了，甚至你们上小红书搜，不仅有那个少儿口才班，甚至有那个胎教口才班，就是给正在怀在肚子里的宝宝听那些朗诵的音频。胎教口才班，我都怕孩子羊水呛着。你指望以后孩子教出来怎么办？教出来之后就会大大方方，很会来事。以后别的孩子出来都是喂喂喂，你家孩子出来第一句，哎呀，爸爸妈妈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各位爸爸妈妈，哎呀，哎呀，哎，这个是葡萄糖是吧？哎，我自己先罚一袋。哎，爸您慢点，这脐带别绊着您。哎呦，真的是。哎呦，这位是王医生是吧？感谢你把我带来这个戏，听我说，谢谢你，温暖了世界。所以朋友们，你看学少儿口才这些东西真的没太大的用处，很多机构教的内容就是刻板。你学了以后，你教不出，你成为不了小康辉，成为不了小鞠萍的。你学20年以后，你顶多能成为刘奎。各位，不管就是一个纯流水的生产线，管你什么不同性格的孩子，管你什么 INFP、ENFP， 教出来都是我这种 ADHD。就是我理解家长的焦虑，各位，因为家长老跟我说一句话，说自己家里没背景、没资源，得靠孩子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加的外向、大方、热情，才能被喜欢。我说 OK， 我理解，但是没背景、没资源，那不是你的问题。干啥要把压力给孩子呀？对吧？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去提升背景；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学少儿口才，对吧？你别让孩子天天学什么举头望明月这种东西。你倒是在你们部门聚餐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买单。今天的家长会就开到这里，我不是康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刘奎，喜欢刘奎这段表演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刘奎。怎么样，乃文老师，这个又不太一样哈？不一样，这个让我还久久的在沉浸在他的这个表演当中的同时，还真的在反思哈，就是咱们的这个少儿班，这个包括教朗诵啊、表演呀，就是目的是什么？让孩子自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不能有那种过分的模式化。我觉得这种模式化可能是一个误区，就是老师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家长也觉得这样是对的，反而是把孩子给害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但是我跟你说，有一点很厉害。平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啊，就是语速适中，跟人物合适是 OK 的。语速快呢，它在一定的频率上快到这个地步了，很危险，因为经常容易断。断了以后，下一句是什么的很难能够接得上。他就是有这个天生的这个能力。我跟你说，就比如说他的稿子拿起来，如果跟凯峰的比，应该比他长不止1倍以上，应该是。同样的时间段，看来那班上的还是对的。对，我觉得这个他整个演完了是，应该说叫身心俱疲，应该是。所以说这就是小时候上班上这种班上的多的，你知道现在就是欢迎你来看群星闪耀时。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反正说不管说分数能不能上200，我觉得刚才的心跳应该已经过了200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次刘奎的表演更疯一些，今天还算收敛了一些，对吧？上次燃尽了，燃尽了哈。你累吗？现在？现在，那他们说累，我累。
因为我之前就是和你有同样的一种感受，我每次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群特别可爱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在朗诵或者是在唱歌的时候，他们都会同样的速度在这样摇着头，然后所有的笑容都是模式化的，我当时就会很心疼这些小朋友，因为他们都被规训成了一种样子。而且有一个其实挺离谱的，就是非常多的那种宣传机构的视频，那些老师在视频里说话也完全是这样，什么播音主持应该怎么学，家长听我讲这3点，他们也是故意用这样的腔调说话，是因为这样非常好去骗到那些不懂这些想去单纯改变孩子说话腔调的家长，非常容易骗到这些人的钱。所以你这段很有意义。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讽刺那些特别不负责任的家长，就是你根本没了解清楚到底是一什么事儿，而且我觉得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怎么今天来教大家什么叫表演，可能那些家长还真就想让孩子成为这样的人，他觉得这才算学到了。你要说去完之后说，哎，还跟平时一样，可能要觉得这钱花的不值当呢。我觉得这个能给大家提供一点警示。但是刘奎，你开的不是真正的家长会，真正的家长会给孩子选皇家美素佳儿奶粉，3重真萃3D 育护，宝宝底子打好才能大大方方勇敢闯世界。以上我所说的全是重点。好嘞，那我们把张无为也请回舞台中央，我们看一下这组好朋友之间的对决会是怎样的结果。恭喜刘奎175票，那按照规则，我们要先请张无为前往待定区。满分10分的话，给自己打5分，不是那样节奏，也不是那样的临场反应，我自己应该能做得更好，但上台有点乱了，有点慌了。那我们也恭喜刘奎直接晋级。从小接触的，家里干主持的，我妈我哥都是主持人，有时候有些电视台的活儿，然后有一些就是在比较下沉一些的地方主持商演啥的。伟呀，他们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但是脆弱，的确从小被训练了。从小上这个课有一个好处，我口齿清晰，然后完事儿我表演风格语速又超级快，就是我能快的同时让观众听清，这可能是好处吧。你们没想到对脱口秀有这种。接下来要上场的这2位演员，清风拂山岗。那这组对决要率先上场的朋友，上一场就用一种很清新净化心灵、净化全场的表演，收获了很多，包括我们这边朋友的这个喜爱。这一次他也会带给我们新的音乐能量。我们有请徐不弃。谢谢，大家好，我是徐不弃。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音乐脱口秀，聊聊分别啊，聊聊分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擅长处理分别的人，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希望可以用这首歌送给那个重要的人。我和你的缘分就这么3年，你赶我走，好像我从没有出现。我搬出东西，从你家里边，只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成全？我亲爱的房东，你就把押金退我吧。离开之前，我已打扫干净，地板亮得像你的秃顶。不知道你哪里还不满意？你说不满意你家的户型。
我为你付出，你怎么忍心？毕竟我再住1年，你房贷就还清。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又说我的猫抓坏了沙发，可那沙发是我买的啊，我家猫也只有路由器呀。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只说自己没办法。好怀念当初的我们多暧昧呀，我礼貌问价你都不敢回答，你只敢说撕，后台撕我撕你撕，暧昧的你呀。水电费我决定没有欠费，物业我也帮你补了2年，为了你我已经做到了一切，包括为你我愿意吸干所有甲醛。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说都不容易，我也理解啊。我熬了半年，楼上装修终于装完了，那又是谁的新家？你说是你的啊。我只能一箱一箱把回忆封箱，我走后那些蟑螂，谁来喂养？我期待你别看到我狼狈的模样，也期待你别回来看到你的房子变成毛坯房。因为就在刚才，我拆掉了你的空调，送给搬家师傅他都不要。我看不到未来的路多遥远，因为我们在搬你的床垫。每次分别总在雨季的晚上，我只好帮你打开了窗，用雨点撕，你的木板肯定会翘边，可我的蟑螂肯定能繁衍。你也会想念我吗？在这炎热的盛夏，因为我拆下来的空调和空调外机不小心撞反啦。你也会想念我吗？你坐在我的沙发，你是否也会看着电视发呆？因为你遥控器在我这儿呢。你就把押金退我吧，拆不掉的煤气灶好像在看笑话。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有仇和恨终将被放下。你听啊，是撕，是你家的瓦斯。还记得我只交了水电吗？燃气没交你别怕。谢谢各位。谢谢徐福气。喜欢徐福气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徐福气。我很喜欢，因为徐福气就他这次旋律也特别好听，然后你好像在
徐徐的说一个很暧昧的故事，但是里面好像又都很一些小坏，对，然后就是一种小女孩可爱的一种报复的那种感觉，对，结合的特别好。我觉得你这个吉他像你的武器一样，就是你可以用它，然后表达你所有的情绪，但没真干啊，没真干。现场有律师吗？没真干。搁这儿呢，搁这儿呢，你律师待定呢。哎呀。其实上次就非常喜欢他的那个表演，但上次那个表演更加的平和，更加的没有一点怨念，那给我留下的那个印象挺深的。这次是温柔的一刀啊，这是温柔一刀。所以说，谁的人生里边会没有一点曲折，没有一点波折的？我就是它特别像一个喜剧小电影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房东虽然没出现，但几乎长什么样，他的谢顶啊，他的抠门啊，他的各种，你好像都看到了。他整个的场景，整个的人物都非常的清楚，而且用一首歌表现出来了，非常喜欢。谢谢波哥，清新，然后里面呢也确实像思纯说的，淘气，就是让我感觉哈，你就特别像我的一个，淘气的房客，什么房客？那你才是房东呢，就淘气的小妹妹。我也很喜欢乃文哥的兔子舞。啊，是吗？好吧。开玩笑。那个没道具，那得有轱辘鞋。那个，你们别站起来看了，这没有这环节。对，没有。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让我感觉你表达的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淘气的也好，或者说是稍微有点过分的东西，对你来讲都是能够让人理解的，都不会生气。所以为什么我在想你的这个名字起的就叫徐不气，就是你不管犯什么样的小错误，有什么样的恶作剧，都不会让人生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自己个人的魅力。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大宅要接我的原因，先让大家平和一下。黑暗童话啊，虽然您的这个整个这个形象是外貌非常清新啊，虽然最后没干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挑点那种你干了的，但没那么暴烈的那种坏事儿，因为这到最后听我有点悚然，啊。他的那个音乐，他的曲风把这个事儿包裹的，就像一个假定性一样放在那儿。其实这事儿是，如果是我们讲话脱口秀是没法说的，对。这好，这得吊凳了，我们这儿都应该啊。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挺好的，而且您带给我们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谢谢。他这音乐因为有个节奏在，就是这种铺垫反转，我老猜最后的这个你使的那坏招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这个，我在沙发底下给我的小蟑螂留了几顿饭，就是这种。是，谢谢徐不气，谢谢各位，谢谢，请你先来到休息区。感觉单口喜剧的内容，我讨厌这个讨厌什么，但是它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整个氛围都很美好。不气那个创作我很喜欢，不气像很多层的焦糖布丁，就是每一层你吃到都是不一样的味道。首先是一口甜的，下面可能是抹茶味的，带一点苦。他在讲租房的各种遇到不行，然后再往下可能是有一点辣，就是他的一些小反击，然后再到后面是那种橙子味的那种感觉，有一些刺激性的那种感觉，觉得好聪明的女孩。而且我一直觉得不气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徐不气的对手，下一位演员也是我们这一场的最后一位演员，我想也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加油！走吧！有请我们去年的冠军，我们的狠人翟佳宁。好嘞，谢谢。好嘞，不要这样了，我们再选新的冠军，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朋友们，你看，我是不是也是这2年努力的在观众面前经常出现，才让大家相信我不是一个恶人的，对吧？朋友们，我这一轮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这个面相确实太粗糙了，我很羡慕其他的一些单口演员。我就永远做不到他们那种能在舞台上让观众笑中带泪，展现出那种精致的破碎。为什么？没人同情你这个面相的人。我就想，我现在就搁这讲那个
我也有抑郁症。到时候呢，弹幕评论肯定是你看，我就说骂他有用，你知道吗？可给他骂抑郁了。破防了，再来2句。没人同情你这面相人，我就说我原生家庭也不幸福，我妈老打我。观众啊，他妈能打过他？他爸咋不打呢？我收到很多那种评论，都是说我这种人看起来面相就很无情，说这样的你这种人，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无法共情苦难，你这辈子是不是都没哭过？我现在已经麻了。我说是，我从来没哭过，我生下来那天都没哭。我出生第1天，先剪的泪腺，后剪的脐带呀。从我妈肚里钻出来，我就抹着把脸，磨磨唧唧10个月，这给我憋着呀！真的，朋友们，我甚至收到过那种善意的私信，都夹杂着一丝戾气。他说：“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原话：“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你这种直冲天灵盖的直男味儿真的很治愈我。”看了你的表演之后，我学会了勇敢。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爱骂人的小女孩。我说你翟叔叔是小男孩啊。朋友们，哎，我今天来就想挑战挑战。说实话，我真的想努力改变一下，就是挑战挑战这个播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给我这种面相的人解释解释。啊，瞅大家这反应能看出来，这个挑战很不小啊。朋友们，说实话，说我这种面相人没经历过苦难，无法共情苦难，真的很冤枉。我作为一个东北90后，我负责任跟各位讲，你知道我从小的挨多少打，受多少挫折，才能变现在这么善良吗？我小时候挨打那时候都没有共情这一说，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霸凌对象这个词儿啊。没有谁管你叫霸凌对象。我小时候挨打没打过人家，他不叫你霸凌对象，管你叫完蛋玩啊。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让我爸知道了，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一段绕口令。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听见没？这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奥德赛时代。我从《水浒传》时代过来的，真的，《水浒传》时代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水浒传》的流氓打人零强零弱，强的他也打，弱的他也打，打强的他有成就感，打弱的他有趣味性，你知道吧？他们打你会给你一个毫无逻辑但是百搭的理由，叫你挺美的，就你叫翟佳宁啊。你挺美的呗，毫无逻辑。就你学习好啊，你挺美的呗。有时候都前后都矛盾，你长这么磕碜，那你挺美的呗。一边打你还一边喊让你美，让你美。打完之后问你还美不？我从小就能共情潘金莲，我就知道美是一种罪过，朋友们。哎呦我的真的朋友们，长大之后看那广告我都害怕，那个面膜广告说你本来就很美啊，这就是我那时代经历的。朋友们，我说实话，对于霸凌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前2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帖子，一边同情一边又很伤心。他说你以为的霸凌是我刚才讲那种黄毛堵你墙角踢你管你要钱，他说真实的霸凌是一堆面相和善的人，然后形成一个小团体孤立你一人，完了嘲笑你。我说句心里话，朋友们，虽然孤立人也不对哈，但我多么希望我小时候经历的是这些真实的霸凌。他孤立你一人，那不是放过我一马吗？我都没看懂啊！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把你孤立起来嘲笑你，这不脱口秀吗？这不是？你们还笑？你们这帮霸凌的人啊！这就是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因为你挨打了同情你，
但你会因为扛过挨打而有人夸你。我经常被夸，翟佳宁你真厉害，被5个人踢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这么夸你。如果这也算夸奖，我也夸了很多一轮游选手，我说你真厉害，在台上2、5分钟自己就下去了。这就是那代人情商。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就是挨打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因为挨打而感到难受，他会经常也因为自己扛过去挨打很骄傲。我经常跟别人说，这也就打的是我，要你早被打死了。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那年代的问题，你知道吧？很多男性他就以为那个挨打了之后，挨过苦难之后跨过去了是用来吹嘘的。朋友们，所以我最后我挑战一把，我想说一句我心里话，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他是为数不多因为苦难挨骂的。我跳过楼，你跳过吗？这是苦难呐！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没人共情他，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是吧？就你跳过楼，那你挺美的呗。我共情他，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是吧？被坦克压过的，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没学会呀。哎，朋友们，说实话，非常感谢各位跟我笑到现在，真的，我一点不骗各位，真诚的说，这个段子这个主题应该是我讲了3年线上写过最难的一个段子。如果你们一下不笑，这段子就是纯直冲天灵盖直男味的演讲。谢谢各位，谢谢。我真的很开心，但也不敢太开心。因为开心过头了之后，播出来就有人骂你，就你叫翟佳宁啊，你挺美的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真挺难哈，忐忑，是怕什么？就是怕现在这个环境下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话题嘛。我本来不是讲这篇的，我本来写了一篇 AI 的段子，然后就抽冷着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咱得讲这个呀。完了我就写出来了，然后头一回就是今天就比赛了，昨天那个词儿可能还没改的特别好，完了可能还赶了5、6场开放麦输一词儿，真的感谢各位接受这个话题，谢谢啊。我觉得你这个没有在说男性怎么样啊。我作为女性，我会有同样的感受。比如说，你说男性必须是强大的，我不能哭，我经历什么东西我都要强装怎么样？那我们小时候对于女孩的教育，大多数是你要乖巧，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好像听到的一个声音是告诉你、灌输给你过的。对吧？所以就是男性有，女性也有，然后但是我们长大之后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个话题是我想准备，就是后续我搁线下专场里头讲。我其实内心是个邪恶的人，你挺美的呗，反正。对。我觉得你还是心太重了，他太担心这件，我觉得挺好的，是一个很好很完整的作品啊。被说多了他。那你上次哭是啥时候？上次哭，我真记不得了。上次哭应该是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跟美国男篮打成那样，我当时热泪盈眶。但我觉得你挺性情的，因为上一期你是第一个晋级的嘛，然后我就总能看到你在那，就是只要有人演特好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在欢呼。厉害！哇！后来我还刷到你发了一个说，我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批观众什么的，你给大家跪一下。对，你是一个很性情、很容易感动的人，我觉得是。但有的时候我这个面相和性情了之后，可能让人误会吧。哎，真的，我有一个困扰，我还准备拿来当前提写，我不太敢夸别人，朋友们，我夸别人就像阴阳别人。那你要不要试验一下呢？你试试。就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吧。那个有一次我跟那个一群人一起看演出，完了各自打车回家，完了那个有一个女生就问候我说到没到呢？我说已经那个从车上下来了，她就跟我就开了个玩笑，她说哎呦那就好，我担心司机跟你合影，我就回她幽默，她就回我你在阴阳谁呢？
真的，我就发自内心我说幽默。哎，这个事儿好像跟面相也没有关系，你们甚至在发微信，是头像的问题。我觉得你想多了啊，因为我看过你线上的，就是你吐槽别人吧，其实我还觉得吐槽的挺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吐槽，让人就觉得还，哎，一琢磨有道理。那肯定的，没有道理我就废了。包括挨打，就小时候是不是咱们都挨过打？那对，被家里被外面，对吧？这个但尤其难。说实话，客观来看，他应该是像小时候打人的那。我也觉得是。你看，这就是误会嘛。我青春期15岁的时候，我1.42米。哦，真的就16、17那2年才长起来。我小时候那个班级是订班服的，然后男生一套，女生一套，我穿女生那套。因为男生最小那号我穿都大，我发育非常非常晚，然后经常被挨揍。但是你看，这就是风格，这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造就了他的风格。刚才跟那个徐福气前面的感觉是涓涓流水啊，一个小溪流过去了，这面就感觉是一个碎石机往里边扔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我吧，我就曾经吧，我就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样的风格，但是就很过瘾。特别过瘾，而且我觉得刚才听起来就是特别有趣的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用一个粗壮的方式自己自诉了一次委屈，你知道吗？敢站在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勇气。谢谢。我是觉得啊，大宅这地儿特别让人钦佩点在哪儿？因为本身我们做喜剧啊，其实是要说一些个。不能太大众的话，就是你的观点一定不能是大家都特别认同。你通过这5分钟、8分钟，你让观众相信了，你让大家认可了这个观点，哪怕这个观点大家我听之前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个谬论，它就不应该，它就不对。听完你了，我觉得哎，还真有点道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觉得你这还真挺厉害的。对。聊到这儿多说半句，好多朋友问，就是下意识的会想，哎，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你为什么会说这套段子？哎，怎么说呢？有一个词儿就是论技不论心吧。我作为，因为本身我也是脱口秀演员，我就希望大家少问问演员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大家多聊聊我讲的这个段子好还是不好就行了，是吧？反正我是这个感受啊。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很少有我这面相的人站在舞台上啊，我感觉我在这个喜单这个舞台里该获得的也获得了，你要突破那怎么突破呀？如果还大家都讲一些就是绝对安全立场的那些主题，我感觉可能脱口秀这就感觉没意思嘛。我这人还挺叛逆的，当网上有一种声音多了之后，我就天然的我就想把它往回掰一掰。我也非常欣赏他的人格，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四季豆型人格，就现在网上都在说这个油盐不进，不熟的时候还有毒。你看他那张脸，你会觉得我说句话他都不能搭理我，但是你不管说什么，他一定会给你回应的，这种有求必应的感觉。崽子那天上网一起去的嘛，请我们吃包子，太敞亮了，太敞亮了，翟哥，我爱上他。你就是我们大哥，翟。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说他的底色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多写自己。我说为什么你播客圈粉？因为你播客里讲了很多自己的事儿，包括他去什么工地救狗呀，这狗掉化粪池他下去救，这都是这种事儿。反正他这人三观又特别正，然后又特别善良。然就是面恶心善，说的话也毫不留情，有时候也挺难听，但是活儿呢又都干了，他还是第一个回来的。就是他的回来才造就了很多老演员回来嘛。其实他付出了很多，你要是幽默能逗人笑的，永远你会存在的，就这么简单，啊。我们把徐福气也请回舞台中央，风格迥异啊，这个观众朋友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200和190，差不多吧。恭喜翟佳宁。按照规则，徐福气185票，很优秀的成绩，但还是要请你暂时前往待定区。都很棒，都很棒啊！我没把想成 PK 过，但是我当时搁台上还挺紧张的。我要是一紧张就爱说朋友们，你仔细观察观察啊，爱说朋友们，紧张。那话题对我来讲有挑战，怕自己就是无法把这个话题放到这个环境里也能讲好笑啊。好笑的，我觉得选的没错，就让我觉得输的，但是很有尊严，不是吗？也不算输，
我就希望我熟悉认识的人能走远点，然后传播好一点，大家以后在事业上能更进一步嘛，能有更多的受众嘛，这是非常好的啊。同意。俺也一样嘛。这可能是从风格上最难直接对比的一组比拼了。那我们恭喜翟佳宁199票直接晋级。咱们这边4位气氛组组长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整场。简单一下，就是从这个新播开始到大宅结束这一圈，正好这2位老朋友，这都是标准脱口秀，中间有很多个人风格很明显的这个脱口秀啊，没人反正都绕回来，都是这些人，咱们跟这儿都挺好。那7位也不是说就离开咱们这儿了，是啊，还在待定，再往后看吧，后边也挺精彩的啊，跟他们一样精彩的。风格迥异，但是到处都有发光的点吧。因为人的差异性、人知识结构的差异性、生活经历的差异性等等的差异性，造成了不同的精彩。我说每个人带来的那个不同的感受，有的是因为之前的职业、之前的生活、之前的伤痛等等，造成了舞台上的不一样的精彩呢。我就期待后边会出现更多更有意思的东西。哎，这是乃文哥这个现场看的第一场脱口秀演出了。虽然是脱口秀，但是我觉得就更像一场摇滚音乐会，就是能量挺大，就大家对生活、对自己，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能量对我来讲挺冲击的，所以我一直还在反思，在思考他们就是你们说的很多段子，说的里面的一些梗，其实里面含义挺深的。还好，没结束。当然还有下半场，当然，所以我非常期待。是，也希望这个演员朋友们创作的这些能量能传递到这些能懂得他们的那些人的心里。那我们对抗路友谊赛的第一场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得票情况。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各位请看大屏幕。我们恭喜王凯峰210票，本期比赛的最高分，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我们也恭喜所有直接晋级的朋友。那今年的1v1对抗路友谊赛强强对决之余，也有这种相爱相杀的戏码。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活动，助力你最喜欢的演员赢得惊喜爆梗彩蛋福利。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员朋友，谢谢，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辛苦了。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我们下一场精彩继续。欢迎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今天是第2场，让我们欢迎老朋友给大家暖个场，欢迎刘仁成。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我是喜单3季以来咖位最小的开场嘉宾。但我没有那么自卑啊，因为毕竟不是名次最差的。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时间挡起来了。年纪轻轻就脱发脱成这样，只有2种发型适合你，一个美式前子，还有一个也适合你，梦回大清。你们谁见过葬礼上送 LED 大拱门的吗？上面是鬼弄的字幕，两边柱子上摆着鲜花，在马路上一字排开。我火了以后，有的观众说：“姐姐要走花路哦。”我说：“走吧。”跟他前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生，聊了2句，他就说：“哎呀，那个先不说了，我去吃饭了。”我说：“行，祝您用餐愉快哈。”清宫剧中医就不干正经事儿，就干3件事儿：第一就保胎，第2就下毒，第3假装保胎，实际下毒。脱口秀演员是什么货色，大家应该知道。带我去看恐怖片，想看老子怎么捂眼睛。我看到恐怖的地方，直接用手勾住他的眼睛，他是真吓坏了，忘了这是谁的手了。观众给出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爱情